关灵！伴随带着怒意的2个字落下，一个 iPad 被重重搁在关灵面前的会议桌上。赵晴晴指着屏幕上的那张图片，咬牙道：“你真是出息了。”关灵顺着赵晴晴的手指看了眼那图，只见图中2人并肩走在超市中，一人推着小车，一人侧头说话，虽看起来并不十分亲密，但一同买菜回家做饭这样的事本身又充满了令人遐想的空间。而更要命的是，他们都知道被曝光的照片不止这一张，在之后的几张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2人进入了同一个小区，同一间屋子，直至隔日一早才分头离开。关灵是个恐怖片男演员，也可以说是恐怖片导演陈卢的御用男鬼，从丧尸到淹死鬼、吊死鬼、无头鬼，死状一个赛一个的惨。也正因为如此，他出道6年，若说出名字来，也许人们听后还能感叹一句：“哦，你说那个演鬼的。”但若要凭长相，真是连他那少有的几个粉丝都不一定能在街上准确认出他来。就这样一个几乎没有知名度的艺人，哪还会有狗仔跟拍？关灵一晃神就想明白了其中关键，恐怕人家要拍的不是他，而是他那位合法同居的对象 IT 业新贵企业家肖成。也难为这家媒体还能扒出他男演员的身份来，再给他们扣上一顶新贵企业家包养18线小明星的帽子。迎着赵晴晴像是要咬人的目光，关灵无奈的笑了笑：“晴晴，你认识这家媒体的人吗？”赵晴晴是关灵的经纪人，从他出道起跟了他6年之久。当年关灵刚被明岛相中带入演艺圈时，赵晴晴也不过是个才从助理转做经纪的新人。那位导演和关灵所签的经纪公司有许多合作，本想借着关系给关灵找位有资历的经纪人，但关灵并不在意这些，觉得与赵晴晴投缘，干脆就直接将自己签给了他，成为他手底下的第一个艺人。时过境迁，关灵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6年，依旧是个走上街都没人认识的18线，而赵晴晴却因为之后陆续带出几个流量艺人，成为公司能说得上话的大经纪人之一。好在赵晴晴念旧情，无论关灵多不争气，在他这儿到底是与别人不同的。听关灵这么问，赵晴晴稍稍消了些气，认真思考片刻后说：“这是家网媒，平日里不爱盯着娱乐圈这些个明星，就爱报商界大佬新贵的私生活。我倒是有几个熟人在这家媒体，这次是没想到你会被拍到，一时大意了。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替你联系联系，索性趁着这机会直接公开你和肖成的关系吧，通稿我亲自写，到时让他们一发，不但解决了你被包养的传闻，说不定还能给你带点人气。”关灵听后愣了愣，很快摇头道：“晴晴，你误会了，我是想说，你是不是认识这家媒体的人？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耐让他们把拍摄到的照片发我一份？我看这几张拍的还不错，我和肖成我们很久都没拍过合照了。”如果杀人不犯法，赵晴晴真想打开关灵的脑袋看看里头装的是什么，但实在可惜，违法的事他不能做，他只能将火气一压再压，最后冲关灵吼道：“关灵，你是蠢吗？你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吗？人家当红的小生有黑料，那也是黑红，照样有大批粉丝替他们洗白，追着他们叫欧巴。可像你这样还没红先黑的，基本就是要告别演艺圈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啊。”关灵给赵晴晴倒了杯水，拍着他的后背给他顺了顺气，这才慢慢说道：“可我进娱乐圈原本就是为了赚钱，支持肖成创业，现在他公司已经上了轨道，也不用再往里投钱，我还能不能接到戏也都不重要了。”关灵又笑了，一双眼弯成了月牙，露出嘴角两侧的酒窝，显出些与年龄不相符的可爱。“你知道我好不容易才给你接到那部新戏，虽然只是男三，但至少这次可以露脸，你现在来跟我说不重要了？”“关灵，我不是在吓唬你，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的，拍摄期间你若是有什么负面新闻，对方随时有权解约。”赵晴晴在会议室里走了2个来回，又灌下那一整杯水，仍是无法平静下来。“抱歉啊，晴晴，我知道你这几年没少为我操心，我和肖成早就说好的，不曝光我们的关系。”“哼，他当然不希望曝光你们的关系，他现在可是商界新贵，有钱有颜，多少女人做梦都想嫁给他，你知道吗？外界都传他是富二代，隐形富豪，那么大一公司愣是没要一分风头的钱，全自掏腰包，如今项目做成了，
公司开始盈利了，日后只会越来越好，爆出同性恋还早婚，对他有什么好处？赵晴晴一连串的话说完，缓了口气才继续道：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你也是男人，你把所有的钱拿去支持他创业，连点存款也没有，要是再丢了事业，难不成天天在家给他洗衣做饭？就算你愿意，萧成他愿意要一个成天只能在家洗衣做饭的男人吗？你现在说得轻巧，若你真的那么不在乎，当初又何必急着让我给你找剧转型？两人共事6年，赵晴晴不敢说是世上最了解关灵的人，但至少不会被他三言两语轻易骗过去。他清楚关灵此时的内心远不及他表面看起来那般轻松平静。抛开那比一般流量小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演技不说，关灵的长相身材哪怕放在鲜肉云集的娱乐圈中也不比任何人差。关灵今年30了，可从样貌上看不过24、25。他有1.8米的标准身高和一张五官立体的美男脸，笑起来时露出2颗酒窝，看着就更显小。若是再经过造型师的雕琢，说是17、18也并不突兀。可关灵一直以来只想拍好陈卢导演的电影，拿那份不多不少的片酬支持萧成的事业，有空闲的时间宁可回家研究菜谱，也不愿意花心思在追名逐利上。这种状态持续了6年，直到前段时候萧成公司一直在研究的技术有了突破，那个公司也从吸金的黑洞变成中业内炙手可热，人人都想参一手的香饽饽。关灵这才找到赵晴晴，表示想转型接些别的戏。赵晴晴知道他这是有了危机感，怕将来跟不上爱人成长的脚步。可谁知这才不到2个月，网上就出了这样的新闻。看关灵的意思，似乎还不打算做任何解释，让赵晴晴怎么能不生气？晴晴，别说了。关灵脸上的笑几乎要挂不住，但他深吸了口气，依旧尽量平静道：至少现在别说了。赵晴晴一开始没明白，过了一会儿见到挂钟显示的时间，他才猛然回神，已经过了12点。赵晴晴想说什么，顿了半天，看到关灵的神色，最终也只是叹出口气，牵起笑来：生日快乐，小苹果，今年总算轮到我第一个跟你说这句话了吧。小苹果是关灵的小名，他在孤儿院长大，听说当初被放在孤儿院门口时，一张小脸冻得红扑扑的，像红透的苹果，所以院长就给他起名小苹果。萧成知道后偶尔会这样叫他，有次被赵晴晴听到了，还笑了他许久。关灵听赵晴晴说完，下意识的掏出手机看了眼，他与萧成的聊天还停留在晚上8点时，萧成告诉他，因为明天公司有个重要的产品发布路演，所以今夜所有人都留在公司加班通宵。这条消息关灵并没有回复，但萧成也没再说什么。关灵按了锁屏键，对赵晴晴玩笑道：是啊，所以说从来没有什么天长地久的爱情，还不如我们家晴晴对我好。两人离得近，赵晴晴自然也看到了他屏幕上的内容。沉默片刻后，他站起身：行了，走吧，我先送你回家，你再好好想想这件事怎么解决，之后有什么打算也可以告诉我。关灵今天是因为绯闻的事临时被赵晴晴找来公司的，赵晴晴那时被气上头了，也忘记马上就是关灵30岁生日，现在想起，愧疚立刻涌了上来，又暗自心惊，萧成竟然也忘了关灵的生日。纵使现在赵晴晴再看不上萧成，也不得不承认萧成曾经是对关灵极好的。关灵刚进娱乐圈那会儿，同性婚姻法正式出台才1年多，而萧成与关灵的婚姻也已经有1年多，他们是在婚姻法出台当日就领证结婚的同性情侣。新婚1年，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赵晴晴不知被喂了多少狗粮。那时萧成的公司还在筹备阶段，并不太忙，关灵的剧组就在本市，他嫌剧组的饭菜没营养，每日都会做好饭菜送到剧组，关灵只要咳嗽一声，隔日保温杯里必然会出现润肺祛痰的汤品。有次关灵拍戏时，手背在墙上擦了一下，留下一点淤青，萧成心疼的不行，再三跟赵晴晴交代，关灵是疤痕体质，也极容易淤青，一定看好他，别让他受伤。而关灵对萧成也是极好的，怕他骑摩托来回路上冷，拿到第一笔片酬，第一件事就是给萧成买了辆车，只要哪日安排他的戏份少，他必定会回家陪萧成睡觉，给萧成做饭，之后更是把所有钱都拿给萧成创业。
那时才从校园走出来不久的赵晴晴，看着两个人间那些互动，看着他们眼底藏不住的爱意，觉得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了。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片场再看不到萧成的身影，渐渐的，甚至连关灵都很少再提起他。再后来，连赵晴晴上他们家去，也没几次能见到人。但就算如此，至少每一年关灵的生日，萧成再忙都会抽出时间向他道第一声生日快乐，送出精心准备的礼物，再陪他一整天。直到今年，关灵看到赵晴晴的表情，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抓了把头发，忽然开口道：“晴晴，你能借我点钱吗？”啊！赵晴晴一时没回过神，几秒后才问：“借钱做什么？你要多少？”10万吧，正好这些天没工作，我想出去走走散散心。赵晴晴听到这话，第一反应是：你竟然连10万都拿不出来。关灵虽是明星，但平日里可以说是省吃俭用，就算只普通上班族，工作6、7年，存款也远不止10万。可这话他到底没忍心说出口，忍了又忍，最后只说：“行，你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吧。”关灵低头向外走，让人看不清表情，直到两人走入地下车库，他才又开口：“这事先别告诉萧成。”赵晴晴耸耸肩：“我才不会跟他多嘴，算起来萧成也已经有几年没找我问过你的事了，大老板也许连我的联系方式都删掉了。钱我一会儿就转给你，自己出门在外注意安全，别太节约了，钱不够告诉我，我再给你转。”关灵点头，窝进后就不再说话。他没敢告诉赵晴晴，其实几国的签证是他早就办好的，包括他自己和萧成的。原本打算趁着自己上部电影刚杀青，萧成的公司又走上了轨道，两人好好出去玩一趟。萧成的生日与他只相隔1月，他们本可以从他的生日玩到萧成的生日，算是补当初没钱没时间而错过的蜜月，说不定还可以修复两人如今逐渐冷却的关系。是的，哪怕是几个小时前，关灵依旧不觉得他与萧成的婚姻有什么大问题，最多只是相处久了褪去了新鲜感，不再如热恋那般激情。但今天是他的生日，网上铺天盖地全是他被包养的新闻，甚至因着萧成的热度而挂上了热搜，网上骂他什么的人都有，新戏可能因此解约，公司那边的态度也绝不会好。而萧成作为当事人之一，没有出现不说，甚至连一条关心的消息也没有发给他。车辆驶过小区门外的减速带，颠簸了一下，他整个人跟着晃了晃。小区门外围着不少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他将头靠在贴了单向膜的玻璃上，静静看了一会儿。谁能想到他勤勤恳恳演了6年的戏没火起来，反倒因为几张照片彻底出了名。关灵忽然就觉得累了，他想逃了，无论是那间总是空荡荡的屋子，还是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他想大概很快都将不属于他。回到家时已经接近1点，关灵把柜顶的行李箱拿下，开始收拾衣物，一边收拾一边盘算着自己到时若真要搬走，恐怕东西不少，得提前找好地方。就这么胡思乱想的整理完行李，他才想起打开电脑查明早的机票。当初办签证时图方便，也是为了省钱，选的都是东南亚国家，买机票倒也算方便，只是临时出行，特价机票早已经售罄，关灵只得咬牙买了正价的经济舱，一阵肉痛。关灵是个孤儿，成长中逆境永远比顺境要多，也因此他拥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已经决定出去走走，顺便好好考虑与萧成接下去的路怎么走。此时便不再允许自己沉浸在太负面的情绪里，买完票还顺手上微博存了那几张爆出的照片，顺便看了看其他热搜上的消息。后来也不知怎么的就点进一个情感博主的微博，看到了段过分现实的描述。按下电源键，他缩回床上，明明冬天已经快要过去，他却依旧觉得被褥里又潮又冷，不得不又爬起来打开空调。他以为自己这一夜会失眠，但也许是这一日心绪起伏太大，早已经超过他的负荷。调好了闹钟后，他竟然很快就睡过去，一夜无梦。多亏这些年来到处扮鬼的化妆技术，关灵乔装躲过了外头守着的记者，赶在登机时间前通过了安检，带上了飞机。他掏出手机，最后看了一眼，萧成仍旧未给他发任何消息，他好像已经有些麻木了，并不觉得多难过，很快关了手机，
取出手机卡放在钱包内，开始睡回笼觉。虽是临时出行，但攻略之类在之前计划要与萧成旅行过生日时，关灵都准备好了。如今少了一个人，好像整体也没有太大区别。第一站去的是马来西亚，降落在吉隆坡机场。关灵兑换了马币后，第一时间买了张当地的手机卡装进手机里。他没开任何社交软件，用手机给自己订了间当地华人经营的民宿，就这么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关灵大学念的是英语专业，虽这几年演员做下来，大部分外语技能已经还给了老师，好歹还未丧失最基本的沟通能力，加上马来本身华人多，交流上倒没有任何障碍。他在吉隆坡停留了2日，去了仙本那，花费5天考了本实际上并无用处的潜水证，又去马六甲看了著名的水上清真寺，在第10日乘飞机到达新加坡。旅程开始的时候，关灵还能控制住自己不去想萧成，可10日过去，游玩的激情褪去，思念像深海中巨大的压强，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已经10日没有听到萧成的声音，这是过往9年中从未出现过的事。关灵明白自己应该习惯的，因为若是两人没办法度过这7年之痒，也许很快他们便会分开。两人处在不同的行业，身边的圈子也几乎没有任何交集，日后别说是10天、10个月、10年见不到面也不无可能。但明白归明白，他还是无法克制自己。到新加坡后，他总是想到萧成，也总是梦到对方，可每次梦到的都不是这些年的萧成，而是9年前那个青涩的少年。初识那年，关灵21，萧成19，但关灵念书迟，所以实际上他只比萧成大1届。两人不同校不同届也不同专业，2所大学甚至跨越了半个城区，但他们还是认识了。关灵无父无母，自然无人负担他大学所需的学费与生活费，他申请了助学贷款，并且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打工上，暑期自然也不例外。而萧成，关灵遇到萧成的那一年，萧成的父母刚车祸过世，保险金用来偿还了家里剩余的房贷，萧成拒绝了家里其他亲戚的帮助，自己打工养活自己。两人是在打工的餐厅里认识的。时隔多年，关灵甚至有些忘记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他脑海中对那个暑假最深刻的记忆是无数个夜晚，餐厅门口的公交站，两人聊不完的话语。萧成每次非要看着他上车后再独自走到对面，坐反方向的另一趟车回学校。他们在那个狭小简陋的公交站读同一本书，分享同一块蛋糕，撑同一把伞，喝同一杯可乐，直到暑假即将结束的那一晚，两人交换了一个吻。没有人费心表白，也没有任何挣扎和犹豫，彼此吸引，相互欣赏，一切好像就是那般自然，那般水到渠成。萧成比关灵小1届，两人关系确定后没多久，关灵就进入出版社开始实习，做翻译的工作，偶尔还可以接一些私单，收入不算多高，但负担两人的伙食费已经足够。萧成学的是计算机，本身课业较重，关灵怕他辛苦，从不让他另外打工，自己毕业后一边还着助学贷款，一边攒钱供萧成念书。两人住在萧成父母留下的房子里，关灵每日早出晚归的工作，萧成则负责照顾他的1日3餐。无论关灵加班到多迟，回家总能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饭菜。萧成一开始并不会做饭，还是缠了关灵好久，关灵才教他的，结果他学会之后，几乎就没让关灵再进过厨房。现在回忆起那几年的日子，辛苦都已经被淡忘，剩下的几乎只有甜。萧成是在自己毕业典礼那天向关灵求婚的，求婚地点选在了当初两人相识的那家餐厅。关灵不让萧成打工，萧成想了许多方法准备这个惊喜，最后还是因为在编程比赛中获奖，拿到奖金，才终于凑够了买戒指的钱。虽然两人平日里都十分节俭，但这求婚戒指，萧成并不想太寒酸。他在大牌的珠宝店内选了2枚一模一样的铂金戒圈，那里刻上了对方的姓名的缩写。为了不提前被关灵发现，他小心翼翼地藏着戒指，直到毕业这日，才终于鼓起勇气向对方求婚。那时同性婚姻法案已经通过，但要从次年1月正式开始实施。关灵原本打算在婚姻法落地后再向萧成求婚，没想到会被抢先步。萧成拿着戒指跪在他面前时，他激动的心情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同性婚姻法正式实施那天，两人天还没亮就到了民政局外等候。他们是本市第一对拿到结婚证的同性夫妇，也许在全国也能排上前10。从睡梦中醒来，关林抬起手，那枚简洁的指环如今还牢牢佩戴在他左手无名指上。他知道萧成的那枚也是一样，可两人到底是如何走到了这一步？旅程的第20天，在关林经历了疲惫、落寞、思念等各种情绪后，终于后知后觉的开始反思两人这段持续了7年的婚姻关系。他心中十分确定，萧成在外头没有别人，而他也没有，也就是说，所有一切问题都出在他们两人身上。是的，他们俩，一段婚姻的失败往往是多方面的，无论如何，关林都不会觉得这是萧成一个人的错。近几年，萧成工作十分忙碌，常常深夜才回家，甚至有时直接宿在公司的休息室中。而关林自己虽然不红，但为了赚钱支持萧成的事业，一年大多数时间都在各个片场奔走。以往萧成不忙时，几乎都是萧成在迁就他的时间，到片场陪他。萧成忙起来后，两人接触的机会自然越来越少。关林的成长经历让他一直以来都是个十分独立，加上萧成比他小，他心里总想着要照顾对方，因此累了他不会找萧成抱怨，病了也不会特意告诉萧成，甚至住院时也没通知萧成来陪床。但如今他自问这些，他真的不在意吗？其实是在意的。一个人再坚强，也会希望偶尔有个人能让自己全心依靠。他什么也没对萧成说，并非真的不想萧成来陪他，而是他一直以来养成的性格与习惯，让他不允许自己软弱。内心里，他盼望着萧成能如之前几年那样，自己发现他的异样，然后给予他最大的爱与关怀。这对彼时已经将所有精力投入工作的萧成来说，自然是不可能的。两人能相处的时间少，共同话题就越来越少，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每日里说的话也就越来越少，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后两人只能渐行渐远。赵晴晴是个不婚主义者，她常对关林说，一个人也很好，爱情和婚姻都不是人生的必需品，只要有钱，没什么事是单身完成不了的。如果没有遇到萧成，关林想他应该也抱着与赵晴晴同样的想法，可他遇到了萧成。有句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记得曾经生病时，萧成无微不至的照顾，记得冬日里被拥入怀中的温暖，记得午夜惊醒时只稍稍一动就递到嘴边的温水，记得许许多多相爱的细节。独自在外时，他可以很独立很坚强，但体会过这些的他，渴望回到家时有另一个人与他相互扶持。离开家的第30日，关林终于将一切都想透，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是啊，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回到一个人，就如这段旅程一般，一个人乘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住宿，一个人面对各种各样的状况，他又为什么躲着不回去？为了逃避也许没那么坏的情况，而让自己一直经历最坏的结果。当初关林选择独自旅行，并非是有意想与萧成冷战，也并非是赌气出走，他只是想在一个不受干扰的地方，认真的思考这段婚姻是否还有存续的必要。如今他已经有了答案，一刻也不想再待下去。他想见萧成，很想很想，无论是争吵还是别的什么都好，他只是想见见那个让他爱了这么多年的男人，再听他喊一声小苹果。好在不是旅游的旺季，关林买了最近的一趟航班回国，赶在了12点前入了家门。12点之后是萧成的28岁生日。屋子里漆黑一片，关林的第一反应是家里没人，可很快这个想法便被扑面而来浓重的烟酒味打破。他按下墙上的开关，客厅内的景象紧跟着映入眼帘，插满烟蒂的烟灰缸，凌乱的外卖餐盒，那几乎堆了一桌的空酒瓶，以及沙发上醉得不省人事的男人。萧成瘦了，也憔悴了，因为没有及时修剪，而显得有些杂乱的碎发垂在额前，显得他整张脸更加苍白。那一刻，关林觉得自己几乎就要被后悔与自责的情绪淹没，他甚至站在原地缓了一会儿，才终于想起走上前，伸手替萧成理了理碎发。萧成显然是醉了，连关林替他取下拖鞋，将他双腿搬上沙发，他也未醒过来。关林也并没有要叫醒他的意思，
只是进卧室取来一床薄被替他盖上，又守了他片刻后，转身去了厨房。萧成是在一阵食物香味中醒来的，意识还未完全恢复前，他先本能的嗅了嗅，发现屋子里弥漫着鸡蛋与奶油经过烘焙之后散发出的诱人味道。这种味道他再熟悉不过，因为自他与关灵交往的第1年起，每年他生日，关灵都会亲自动手替他烤一个蜂蜜芝士蛋糕。起先那年是因为2人没钱，蛋糕店橱窗内一个精致的6寸奶油蛋糕大概会花掉2人1周的生活费，但家里有萧成父母留下的内嵌式烤箱，关灵研究后发现，若是自己动手，材料花费不足成品蛋糕的1/5。后来的那几年，2人已经不缺那一个蛋糕的钱，可关灵为他做生日蛋糕的这个习惯却保留了下来，关灵烤蛋糕的手艺也变得越来越好。萧成慢慢睁开眼，抬手挡了挡顶上刺眼的灯光，醉酒让他的思维变得十分缓慢，但他依旧十分肯定自己一定是又做梦了。关灵怎么会再给他做蛋糕？早在1个月之前，他就将他的小苹果弄丢了，虽心中已经认定了这只是个虚幻的梦境，可萧成思心里并不想醒来。这些日子他睡眠极差，能睡着且梦到关灵对他来说本身也算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好事，他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他双手撑着沙发坐起身，目光隔着厨房半透明的磨砂玻璃门，死死盯着那个在厨房中忙碌的虚影。其实早在1个多月前，又或者说更早，萧成就已经发现他与关灵的这段婚姻似乎出了些问题。2人的相处时间太少，交流似乎也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事。他不记得自己上一次与关灵携手漫步是多久前，上一次同桌用餐吃的是什么，他甚至不知道对方最近在哪里拍戏，需要拍多久，什么时候能回家。发现这点的萧成很惊慌，他约了关灵，从工作中挤出了1日时间，与关灵一同买菜做饭，想如他们曾经常做的那样，一起在家宅一整天。可他很快发现，2人竟已经找不到可以共同参与的话题，他们彼此都太过忙碌，忙碌到除了自己的工作，对其他所有的一切都知之甚少，没聊几句气氛便陷入尴尬之中。最后还是萧成助理的电话打破了2人间无言的尴尬。助理在电话那头有些着急的阐述公司临时遇到的问题，萧成静静听了几分钟，站起身有些抱歉的看向关灵。关灵脸上有显而易见的遗憾，但也只是一闪而逝。他很快站起身，替萧成取来了外套，像每一个得体的爱人那般笑道：先去忙吧，工作比较重要。那一刻，萧成的心猛地泛起一阵酸疼，他想亲亲关灵，告诉对方对他来说工作远比不上爱人重要，可话到嘴边他又有些犹豫，怕关灵觉得他胸无大志。踌躇之间，助理的车已经到了，他只来得及匆匆抱了关灵一下，很快转身出门。再等等吧，他这么想着，公司一直以来研究的那项技术很快就能看到成果，等公司上了轨道，关灵就不需要再那么辛苦，到时他再抽出时间好好陪关灵，解决2人间的问题。原本项目发布会定在半个月之后，萧成为了赶在关灵生日那天与他分享成功的喜悦，拖着整个公司的研发团队通宵达旦的工作了几周，终于将数据全部调试准确，也是为了能在路演上送关灵一份惊喜。他没有提前向关灵透露分毫，甚至忍住了没如之前那般在12点准时送上祝福。产品发布路演前的24小时里，他几乎都在不停的与各部门开会，做最后的准备，确保发布会能万无一失的进行。可当他代表公司做完产品展示，提问环节，记者起身问出第一个问题：萧总能不能回应一下昨日网上大规模爆出的包养传闻？萧成愣住了，他身后一众信心满满的高管也愣住了。萧成的公司叫成果科技，是个以技术为主导的互联网企业，公司发展到如今也有数百人的规模，可大部分都是人工智能及互联网技术方面的专家，并未涉及公关等部门，也没人会在公司项目如此重要的关口上网查看八卦新闻。萧成叫停了记者会，花了近10分钟去了解前一日网上到底都发生了什么。看着新闻底下那一条条不堪入目的辱骂，他一张脸气得惨白。给关灵打电话时，他的手都在发颤，可一遍又一遍，电话那头除了机械的女声再没有其他，他只好又打给赵晴晴。面对迟到了1日的询问，赵晴晴自然没有任何好脸色，只丢下一句关灵走了就挂了电话。
知晓他与关灵关系的副总敲门入内，十分担心的询问记者会是否继续。萧成咬牙点了头，他没有直接回答刚刚那位记者的问题，而是让保安将对方请出场外，并限定提问只能围绕公司及产品。在记者提问环节结束后，大屏再次亮起，萧成如原本计划的那般公布了成果这个名字的含义，以及这公司实际注资及所有人关灵。这是他想要送给关灵的30岁生日礼物，足以负担两人生活的经济基础，事业有成的爱人，以及一个欠了8年的盛大的表白。只是他万万没想到，在他准备的一切都还来不及在关灵面前亮相时，关灵已经选择了离开。这一个月，萧成想了许多，也明白自己错的有多离谱。他太想回馈关灵对他付出的一切，太想站在关灵身后，如同关灵支持他那般，做一个成熟有担当的爱人，让关灵依靠。可直到如今，他才明白，关灵想要的从来不是华而不实的表白，不是他有多成功的事业，更不是花不完的金钱，而是他这个人。但他在追求那些名利的路上，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他的爱人，他的小苹果。恍惚间，厨房的移门被推开，萧成就这么看着关灵端着的大碗走出厨房，一步步走到他面前。关灵似乎也没想到萧成已经醒了，四目相对时有一瞬间的无措，可他很快咳了一声，让自己平静下来，将端着的碗放到茶几上。怎么喝了那么多酒？我给你熬了粥，你先垫垫胃，晚上吃蛋糕会有点腻，明天再吃吧。萧成这时才察觉外头的天色已经微亮，今日的梦显得格外真实。他没忍住握住了关灵的手，将她拉入自己怀中，近乎粗暴的吻上那微张的红唇。关灵显然被萧成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直到对方强势的入侵他的口腔，他才想起挣扎，可他越是推拒，萧成抱得越紧，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关灵只得稍稍使力，在萧成唇上咬了一口。萧成，话音落下，萧成仿佛被惊雷劈中般，整个人猛地一颤，然后满是不可思议的瞪着眼前的男人。关灵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却被萧成抢先了一步。会痛，这不是梦。萧成愣愣的说完，抬手抚过被咬的嘴唇，在关灵反应过来之前，他已经红了眼眶。水珠从萧成眼角落下的那一刻，关灵像是被烫伤一般猛地站起身，接着又很快蹲在沙发前，手足无措的去擦那些水渍，急得甚至忘记去拿就在手边的纸巾。对不起，对不起，萧成，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想先出去走走，对不起。关灵任由失控的男人再次将他抱紧，肩上的衣料很快被染湿。相识9年，结婚7年，这些还是关灵第一次看到萧成落泪。萧成埋头在他肩上，带着哽咽的声音反复呢喃着什么，说了几次后，关灵才听清，萧成说的是别丢下我，我知道错了。过去许久，萧成慢慢平复下来，关灵眼底也有些湿润了，但还是极力克制住了。他捧着他的脸，亲了亲那还带着咸味的唇。橙子，生日快乐。萧成这段时间过得浑浑噩噩，听关灵这么说，他才恍然，原来距离关灵离开才1个月，对他来说仿佛漫长的像是已经过去几年。关灵本想起身去行李箱里取给萧成准备的礼物，可萧成抱着他不愿意撒手，他只好开口哄道：你先吃早餐，我去给你拿礼物好不好？你回来了，这才是最好的礼物。萧成的眼睛还红着，声音也有些沙哑，趴在关灵身上，像一只渴望主人安慰的大狗。关灵的心一瞬间软的要化了，伸手在他背上拍了拍。那你饿不饿？喝了那么多酒，胃难受吗？萧成摇头，看到你就不饿也不难受了。虽说关灵比萧成大了2岁，但从两人相识起，萧成在关灵面前就一直刻意表现得十分成熟，不想被关灵当作弟弟看待。说起来，这还是关灵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萧成，孩子气的带着几分任性与无赖，让他完全不知该拿这样的萧成怎么办才好，又任由对方抱了好一会儿，才有些无奈道：可我饿了。关灵连夜坐飞机回国，到家也没顾上休息，就开始给萧成煮粥，准备生日蛋糕，熬了一个通宵，现在几乎是又困又饿。分开的这1个月，关灵显然过得也并不比萧成好多少，
对萧成的思念叠加在旅途的疲惫之上，他独自去了许多地方，看过许多美景，吃到许多美食，可最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这个属于他与萧成的小家和那些餐桌上的日常小菜。他与萧成之间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也不急于这一时。萧成见到他的反应，算是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只要他们彼此都还爱着对方，在乎对方，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将他们分开。萧成今日的情绪波动太大，基本一直处在一种毫无理智的状态当中，直到这时才注意到关灵眼底的青黑。对不起，他满脸懊恼，一时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满到快要溢出来的愧疚。之前的那些日子，自己就是忙于工作，忽略了关灵的感受，没想到关灵刚回来，他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今天我们都说了太多次抱歉。关灵笑了笑，想起什么，又问道：你今天还去公司吗？萧成身子机不可闻的僵了僵，回神后立刻摇头：不去，我这段时间都不去公司了，在家陪你。两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相处和沟通。关灵略微犹豫后，并未提出反对意见。好啊，那吃过饭先陪我睡一会儿。刚刚关灵端出来的粥已经凉了，萧成没让关灵起身，自己去厨房从锅里重新盛了一大碗出来。两人头碰头，凑在一起分食一碗粥。时光像是又倒流回恋爱的时候，待粥碗见底，萧成自然的揽过关灵的腰，带着他一道站起身，这些等睡饱了再收拾。到了卧室，关灵想先洗个澡再休息，萧成没有异议，只是非坚持两人一块儿洗。这种事在两人感情最好的那段时日里倒是时常发生，但这近1年来，别说一起洗澡，就是在同一张床上入睡的机会都并不太多。关灵便有些不习惯，被半抱入浴室时，连耳根都泛起了红。两个大男人挤在狭小的淋浴房之中，免不了肌肤相贴，加上萧成还十分主动的替关灵抹沐浴露，哪怕身体再疲惫，还是避免不了身体最本能的反应。日光透过窗户将整个浴室照亮，彼此间任何细微的反应都逃不过对方。关灵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来缓解此刻越来越奇怪的气氛，可还不待他开口，萧成已经将喷头放回架子上，热水自上而下浇了两人一身。萧成用空出的双手将关灵抱紧，昂扬的某处也紧贴着。小苹果！萧成忽然开口喊了一声。关灵回抱住萧成，微微仰头看他，就听萧成缓慢认真道：那句话是错的，你摸他，我的头发不会竖起来，我也不需要你摸我的头发，只要看着你，他就能自己站起来，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你对我来说会永远永远充满魅力。关灵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他说的是什么，霎时整个人都红透了。当时关灵在网上看到那段话后，直接掐断了电脑电源。萧成后来再次打开浏览器时，浏览器自动恢复了上次异常关闭的页面，萧成便也看到了那段话。他不但看到了，还一直记在心中，想着一定要对关灵解释。明明是一段带着颜色的话，如今竟被萧成说出了几分浪漫的味道，让关灵不知该如何接话才好。幸好萧成也没有想让关灵说些什么的意思，担心关灵身子吃不消。虽然两人都已经开始进入状态，萧成还是没将这事进行到底，只是与关灵互相帮助着疏解了欲望。洗完澡，萧成拿吹风机给关灵吹头发，关灵则去脱下的外套口袋里拿被遗忘了许久的手机。在飞机上时，关灵已经将手机卡换回国内的，只是一直没有开机。拿着手机回到床边时，萧成也刚好取了吹风机出来，见关灵正在开机，立刻变得十分紧张。你拿手机做什么？我给晴晴报个平安，前些日子换了手机卡，一直没跟他联系。关灵顿了顿，奇怪道：你怎么这么紧张？萧成神色变了几变，最后走上前，从身后拥住关灵。你先别上微博，网上什么人都有，你别理他们。关灵立刻懂了他在担心什么，笑了笑：没事，再恶毒的话，离开前我也见过了，何况现在有你陪着我，我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说。那你少看一点。萧成显然还是不放心，但也知道不可能让关灵一直不用手机，犹豫许久后只能妥协。关灵扭头与他交换了一个吻，抱着毯子缩在床边的小沙发上，让他给自己吹头发。开机后，手机有一瞬间卡顿，紧接着涌入了数十条来电提醒短信，有赵晴晴的，有陈导的，
有助理讲念的，当然最多的还是萧成，光他离开那1日就打了近50个电话。光看着那些记录，关林也能想到萧成有多着急，但自他回来，萧成没说过半句责备的话。橙子，关林喊了一声，简单的2个字被淹没在吹风机发出的噪音之中，但一直注意着他的萧成还是察觉了，关了吹风机问道：怎么了？以后不会了。关林回过身，看着萧成认真说：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再这么任性的忽然离开了。萧成愣了愣，很快摸了摸关林已经半干的短发，没关系的，如果我惹你不开心了，你可以骂我，可以冲我发火，也可以出去散心，让我着急难过，只是无论如何都要记得回来，因为我还在家里等你呢。关林又开始鼻酸，他赶紧移开视线，不敢再看萧成。萧成弯腰在他额上亲了亲，都过去了，以后我们好好的。好。关林哽声应下，重新低头摆弄手机。打开微信后，关林怕自己情绪再度崩溃，没敢去看萧成给他的几十条留言，往下拉了拉，直接点开与赵晴晴的对话框。赵晴晴给他发的消息同样不少，从一开始问他公开关系是否是萧成与他商量好的，又问他是不是不走了。过了1天，对方似乎就一改之前对萧成的态度，替他说了不少好话。发现关林没反应后，大概也猜到他是一直没上微信，便开始每日问他一次是否回来。关林一条条读下来，消息到底后，给赵晴晴回了消息，告诉对方他已经回来，待萧成替他将头发吹干。他立刻问：你公开我们的关系了？我原本就打算在你生日那天公开我们，所以那段时候才一直那么忙。这些真要说起来，话就长了。萧成没再继续，而是抱起关林放到床上，这些等你睡醒了，我再慢慢告诉你，快休息吧。关林见萧成的头发还湿着，本想帮他吹，但萧成拒绝了，他拉上窗帘，催促关林先睡。见关林闭上眼后，才拿着吹风机去外头吹头发。关林一直以来睡眠质量都不算太好，就算再困也无法躺下立刻入睡。不知过了多久，身旁的床陷下去，他向那头靠了靠，很快被圈入熟悉的怀抱。萧成在他耳畔轻声道：睡吧，小苹果。关林嗯了一声，找了个熟悉的姿势，终于慢慢睡过去。两人都有许多话想对对方说，也有许多事想要一起做。关林睡前还惦记着等睡醒了要先给萧成过生日，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关林是被萧成叫醒的，只觉头沉的厉害，浑身都没什么力气，过了几秒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自己这大概是病了。睁开眼，果然对上萧成担忧的目光。萧成手里拿着耳温枪，见他醒了，立刻担忧道：你发烧了，39度，我们得去医院，吃点药就好了。关林倒不是怕去医院，只是觉得麻烦。见萧成一直皱着眉，他又从被子里伸出手去拉了拉对方，别担心。萧成把他的手塞回被子里，又从衣柜里找了套他的衣服，叹了口气：怎么可能不担心，都是我的错，我昨天不该拉着你在浴室胡来，大概是我最近没休息好才这样，和那事没什么关系。关林安慰道，在萧成替他穿衣时也没有拒绝，萧成显然是非要带他去一次医院才能安心。在关林的配合下，萧成很快替他穿好了衣物，又陪他去洗手间简单洗漱了一下。两人走到客厅，关林才发现萧成已经将奶些烟蒂、酒瓶都收拾干净，今早吃剩的粥也已经加热好放在茶几上。不早了，先吃一点再去医院。现在已经是傍晚，两人睡过了午饭，晚饭不敢再错过。萧成让关林靠在沙发上，自己拿着碗勺喂他。关林虽然没什么胃口，但还是依着萧成喝下半碗粥，剩下半碗萧成要喝，被关林拦下了。我发烧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你重新去打一碗吧，说不定传染给我，你的病就好了呢。关林无奈，那都是网上骗人的，要是你也病了，谁来照顾我？萧成这才作罢，转身回厨房重新盛粥。等他走了2步，关林想起冰箱里的蛋糕，开口说：你把蛋糕拿出来吧，我先给你过了生日，我们再去医院。你都这样了，我还过什么生日？萧成有些生气，
关灵要不是通宵给他做蛋糕，可能也不会累病了。乖，去拿吧，我做了那么久，等去了医院，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见萧成还要拒绝，关灵又说，上个月我生日都没吃到蛋糕，就算你不想吃，也得让我吃一口你的生日蛋糕吧。想起关灵的生日，萧成神色暗了暗，最后还是妥协了，依着关灵说的，从厨房端出做好的蛋糕。趁着萧成喝粥的时间，关灵从茶几抽屉里翻出去年剩下的生日蜡烛，数了数，还有8根，他全插在蛋糕上。等萧成喝完粥，外头的天恰好全暗下来，关灵点好蜡烛，又指使萧成去关了灯，在微弱的烛火中冲半蹲在对面的萧成笑，橙子小朋友8岁了，以后要乖乖的，不能调皮捣蛋。萧成十分配合地点了头，好，以后都听关灵哥哥的话，不会再惹哥哥生气了。关灵冲萧成招手，那过来，坐在哥哥身边。萧成于是贴着关灵坐到沙发上，关灵想给他唱生日歌，萧成怕他发着烧嗓子受不了，拿手机放了一遍，闭眼许愿。他事业上也算小有成就，再没有多宏伟的志向，只希望自己能跟关灵好好的白头偕老。惦记着关灵的病，萧成很快吹灭蜡烛，重新开灯，切下2块蛋糕来与关灵分食。和萧成在一起这么多年，关灵做蛋糕的手艺也练得炉火纯青，堪比专业甜品师。关灵刚刚喝粥时没什么胃口，生日蛋糕他倒是吃完了一整块。萧成早就吃完了自己的，见他吃完，立刻站起身，去医院吧。好。关灵正要起身，忽然动作一顿，咳了一声，有些尴尬道，我的医保卡和病历本好像都在晴晴那。去重新办张就诊卡和病历也不是什么大事，但萧成还是皱眉问，你的病历怎么会在他那儿？这次关灵沉默的格外久，等到萧成忍不住想再次发问，他才低声说，之前有次住院，晴晴去替我办的出院手续，我忘了找他拿回来。关灵话音落下，萧成的脸色明显变了，关灵以为他会说些什么，但其实没有，萧成只是抹了把脸，很快开始朝外走去。我们先去医院，你找他问问有没有时间过来，没有也没事，先补临时的。好。两人换好鞋，一前一后出了家门，等到稍微宽敞些的走廊，萧成放慢脚步搂过关灵，侧头问道，头晕吗？要不我抱你下去？不用了，坐个电梯就到车里了。关灵自己感受了一下，除了浑身无力和轻微有些鼻塞外，倒也还算好，便摇了摇头。萧成还是不放心，但知道关灵在外头不好意思，所以也没有勉强，扶着他下楼，坐进副驾驶，又替他系好安全带，自己才绕到另一侧上车。车开出好一段，快到医院时，萧成没忍住，还是看着前方缓慢移动的车流，轻声叹道，关灵你知道吗？在我们领证那天，我曾在心中发誓要好好照顾你，让你一直健康快乐，但如今看来，我真的是比我想的还要不称职。其实我也是，我也没有做好。关灵心情也有些复杂，自从旅游时将一切都相通，他心中十分清楚，在之前的几年里，两个人实在都犯了太多错误，谁都没有好好经营这段婚姻。以后会好的。趁着红灯，萧成伸手捏了捏关灵放在身侧的左手，也不知是在安慰他，还是在安慰自己。下车前，关灵问起昨天两人没说完的问题，关于自己离开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萧成便将自己原本的计划以及发布会上的事讲给他听，末了才有些不确定的问，我擅自公开了我们的关系，你会生气吗？当然不会啊。既然两人已经说开，关灵也没有再隐藏自己的想法，如是说，其实那天晴晴就是想让我们趁着这次公开关系，只是我那时钻牛角尖，没找你商量，自己躲开了。关灵虽一直身处娱乐圈，但一直也没什么热度，之前两人考虑到不公开，也大多是出于萧成那方面的考虑。同性婚姻法虽已经通过7年，但社会上依旧有许多人对此十分排斥，认可度还远远不够。萧成那时尚在创业阶段，若让人知晓公司大部分资金都来自于对方，恐怕会让公司其他员工以及高层对他有别的看法。但如今公司已经走上轨道，顾虑相对也就少了，又爆出这样的事，直接公开婚姻状况自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只是看昨日萧成不想他上网的态度，关林也多少能猜到，网上众人大概都不会太看好他们的这段婚姻。赵晴晴当时的分析太过乐观，萧成公司如今在业内已经有不小知名度，他的身价也早已不知翻了多少倍，加上他自己良好的形象与气质，十分符合大部分人对另一半的幻想。而这样一个人们眼中的高富帅创一代，竟然找了个名不见经传的恐怖片男演员结婚，想想自己在大部分影片中的妆容，关林想，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他们大概的确是十分不般配的一对吧。已经是晚上，停好车后，萧成牵着关林直接去了急诊。路上关林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直到急诊室的医生问话，他才回过神。一开始都只是些例行询问，医生开了单子让抽血做常规化验，直到要起身离开前，医生随口问了句：最近没出过国吧？关林如实说：我刚从泰国回来。医生递病历的手霎时顿了顿，又将病历收了回去，神色也不如刚才轻松。萧成见状立刻紧张起来，医生像是明白他想什么，解释道：东南亚一些国家最近爆发登革热病毒，症状与感冒相似，但确诊前也只是初步怀疑，抽血后送一份到疾病防治中心进一步检测后才会有结果。萧成握着关林的手一紧，整个人晃了晃。那医生写完病历，抬头看了他一眼：你是家属吧？登革热病毒是蚊虫叮咬传播的，虽然线下这个季节蚊虫不多，但保险起见，患者还是需要先住进感染内科。不行，我不同意，不是还没确诊吗？许多传染性疾病是需要隔离治疗的。萧成这个时候完全不想离开关林，一听这话立刻急了。不管有没有确诊，既然符合登革热的症状，我们必须报疾控中心那头，也必须采取一定措施，还希望二位能理解和配合。这样的事医生遇到不少，依旧语气平静。萧成还想再说，被关林拦住了。关林脸色也十分苍白，但还是极力镇定下来问道：那如果确诊了是登革热，能治好吗？大部分人感染登革热病毒发病都是普通型，通过治疗7至10天就可以好转，但也有少部分人因为本身体质较弱，可能会向重症发展，出现并发症。医生客观的解释完，叫来一位护士带关林去感染科住院部，而萧成则需要先去替他办手续。萧成是极其不愿意跟他分开的，更何况是在这种情况下，但关林也怕若自己真是得了传染疾病，会连累到对方。出了急诊室，立刻催着萧成离开。萧成这时也顾不上一旁看着的护士及来来往往的其他患者，转身用力将关林抱进怀里，几乎是带着几分哀求道：小苹果，你千万不能有事。疾病面前，关林自己也并非是一点都不惧怕的，心里对自己之前不说一声忽然离开的行为更是后悔，但他还是抬手安抚的拍了拍萧成的后背。医生刚刚不是也说了，大部分人就算确诊感染了登革热也可以痊愈，别担心了。萧成应了声，却是又抱了关林好一会儿才松开手。我先陪你去病房。那被叫来的护士觉得自己此刻十分多余，但还是尽责的将关林带到感染科，交给住院部值班的医生。感染科都是单人病房，萧成等关林在床上躺好了，才稍稍安心一些，转身出去办手续，带他离开。刚刚带他们来的护士忽然一拍脑门，惊道：我说怎么总觉得你们那么眼熟？你是前段时间新闻里的那位明星，叫什么来着？我叫关林。住院卡手环还没办下来，关林好脾气的说了自己的名字，又道：不是什么明星，只是个恐怖片演员而已。真是你啊！发现自己认对了人，那护士显然十分激动。那刚刚出去那位就是萧总。发现对方并无恶意后，关林对他笑了笑：是，不过我们在医院的事还麻烦您替我们保密。护士原本对这些商界八卦并不关心，但刷微博时偶然看到萧成的照片，觉得他生得好看，就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他平时是从不看恐怖片的，也没看过关林演的片子，只是单纯觉得两人从照片上看明明很搭。如今见了真人，他发现关林一点明星架子也没有，待人这么礼貌，两人间互动看来明明也很恩爱，对两人就更加有好感。小声道：现在网上键盘侠太多，你别在意我，
看你们刚刚那样，我觉得你们一定可以幸福一辈子的。萧晨回到病房时，护士已经一边跟关灵闲聊，一边将吊瓶挂好。关灵脸上还有没来得及散去的笑意。聊什么呢？这么高兴？萧晨走上前，占据了关灵床头的位置。护士觉得自己闻到了酸味，未免受到什么莫名的牵连，立刻十分有求生欲的解释道：“再说网友对你们的分析。”萧晨挑眉，但是没再追问下去，只是看着吊瓶里的液体问道：“这挂的是什么？”刚刚有医生过来抽了血，说检查结果要明天才会出，但是流感的可能性比登革热大，所以先按流感处理，这是退烧的药物。这次回答的是关灵。萧晨点点头，低头把额头与关灵的贴在一起，好像比刚起来时好了一点。量体温了吗？试完温度，萧晨并没第一时间退开，而是往下又压了压，想去关灵唇上亲一亲，被关灵躲开了。别亲，还生着病呢。体温刚刚护士量过了，不到38，低烧。两人说话间，护士已经默默退了出去，还贴心的替两人将门给带上。登革热虽也是传染性疾病，但因为只能通过蚊虫传播，相比起来传染性没有那么大。关灵又未确诊，医生也就没让家属回避。萧晨稍稍安心一些，把自己温热的手掌放在关灵挂着针的那只手下，让他垫着，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问道：“困不困？你先休息吧，我给你看着针。”睡一天了，哪还睡得着？关灵说完有些担心：“倒是你，昨晚喝了那么多，今天又忙着照顾我了，没怎么睡吧？要不你先回去。”萧晨苦笑：“之前你生病我不知道，也没能陪在你身边，这次好不容易有个照顾你的机会，你还不让我好好表现，将功赎罪吗？都是些小病，是我没告诉你，这哪是什么罪，反正我今天一定要陪你，你不能赶我走。”萧晨委屈巴巴的看着关灵，确定他再没有想让自己回家的意思，才道：“刚刚和护士在聊什么？网友又开什么脑洞了？”关灵示意萧晨去拿他放在床头的手机，打开屏幕后就能看到刚刚关灵与护士讨论的那条消息。简单来说就是刚刚关灵与萧晨在急诊室时被其他患者认出了身份，有人出于看热闹的心理，拍了张两人在急诊室外抱在一起的照片上传到微博，结果那条微博被转评了上千次，网友就此展开了各种猜测。其中热度最高的一条评论中，那位网友分析关灵与萧晨其实并没有结婚，只是恋爱关系，并且已经有了分手的打算。结果没想到关灵在这时查出重病，萧晨是个好人，没办法做到在这个时候抛弃关灵，于是借着发布会公开关系，替关灵澄清谣言。之后请长假陪关灵接受治疗，经过1个月治疗，关灵已经恢复出院，萧晨也终于能放下心来与他分道扬镳。谁知一听要分手，关灵立刻借病要留住他，于是两人深夜到了急诊。他这一段话看似离谱，但却神奇的将所有事串联起来，解释了网友一直想不明白或者不愿相信的种种细节，比如为什么萧晨发布会上忽然公开婚姻状况，又比如为何关灵那边没有给出任何回应，甚至这1个月以来两人同时消失在大众视野，如今又忽然同时出现。现在连电视剧编剧都不敢写这么狗血的剧情了。关灵笑叹，关键还有许多网友真信了，问他是不是知情人。这些人是有多无聊，天天在网上猜测陌生人的情感状况。萧晨将几条热评都看完了，他丝毫不觉好笑。网友各种各样的猜测，无非都是出于对关灵的轻视，认为关灵配不上他。可能因为他们没有遇到像我家橙子这么好的人，所以他们不懂什么是爱。人有时候有一种心理，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就觉得别人也一定不可能得到。关灵倒真不太在意这些，对他来说，感情是他与萧晨2个人的事，是苦是甜，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这是无论外人如何猜测也不能改变的。但是橙子没苹果好。萧晨刚还在生气，但听关灵这么说，又没忍住弯了嘴角。更何况我家这颗是全世界最甜的苹果了，只有小朋友才会觉得自己的东西全天下最好。萧晨小朋友，你要学会谦虚。关灵伸出没挂针的那只手，在萧晨胳膊上点了点。可在门外正好听到这2句话的护士小姐姐
一脸尴尬的往里走。那个，以防万一，王医生让我来给你们插个电蚊香。关灵微微红了脸，萧成倒是一派淡定，还冲护士点头道了谢。被喂了一嘴狗粮的护士回到护士站，正想跟在另一病区值班的同事哭诉自己被虐狗的经历，结果刚打开手机，就见刚关注的微博号发出一条新消息，来自认证为成果科技创始人的微博大号：你的好只有我知道，所以要快点退烧，跟我回家。配图为两人的结婚证，除了证件号外，其余信息均为打码。结婚日期赫然已经是7年之前，照片上的两人脸上都还带着几分初出校园的青涩，但脸上的笑意与甜蜜却是如何也掩藏不住的。萧成拿自己的手机发完微博，立刻把关灵的手机递还给他。关灵看着屏幕上跳出的特关提醒，无奈又好笑，我们自己心里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事实就行，何必解释那么多。关灵是真心不想萧成去趟这浑水，以前没人知道关灵是谁的时候，骂他演的那些男鬼的人就不少，与他沾上关系似乎注定是弊大于利的。萧成创业的过程有多辛苦，没人比关灵更清楚。萧成是真的热爱互联网，热爱他所研究的人工智能项目，一直以来网上对萧成的评价都很正面，所以哪怕在关灵压力最大最迷茫的时候，也没想过要通过公开二人的关系来澄清绯闻。我当然知道他们说的是假的，但说的人多了，总有傻子会当真。萧成顿了顿，认真道：小苹果，以前我做的不够好，以后我会尽我所能的保护你。成果的法律团队已经在组建，我会让所有造谣者为他们的言行付出代价。沉默几秒后，关灵忽然噗的笑出声：好的，萧总，以后靠你招着小的了。喂，我是认真的。萧成见状不满的在关灵脸上戳了戳。我知道，只是觉得我们家橙子忽然化身霸道总裁也很可爱。说完，关灵赶在萧成有下一步动作前赶紧低了头摆弄手机，只是嘴角依旧挂着笑意。不一会儿，萧成的手机屏幕也亮了起来，同样来自特关提醒，是关灵转发了他的微博，配图上萧成正握着他输液的手，两人的手差不多大小，都是手指纤长的类型，微微错开着叠在一起，露出无名指上一模一样的两枚铂金戒指。关灵，好的老公萧成，你的好只有我知道，所以快点退烧，跟我回家吧。哪怕在两人热恋期的那几年，关灵也是极少叫萧成老公的。萧成一看见那2个字，便也顾不上刚刚的不满，立刻眉眼都染上笑意，哄道：我想听你喊。喊什么？关灵没抬头，装作漫不经心的问。喊老公。萧成下意识的回答，答完便意识到上当了。果然，关灵听后立刻笑：哎，乖，好啊，你又骗我又笑我。萧成气哼哼的摆弄手机，结果没一会儿，再抬头去看关灵时，才发现他已经睡去。关灵还发着烧，怎么可能真的不累不困？陪萧成玩笑了这么久，不过是怕萧成担心他的病情，特意说些轻松的。萧成心里明白，见关灵睡着了，便起身替他拉好被子，将灯光调暗，对着那吊瓶出神。萧成守了一夜，隔日清晨时，关灵的烧已经退得差不多。交班时医生来看了看，基本完全排除登革热的可能，但保险起见，还是要在医院留到下午检查结果出来。关灵吃过萧成买来的早饭，心疼又是一夜没睡的萧成，说什么也要出院。萧成拿他没办法，只得答应先回家休息，中午再给他做饭过来。正好早上关灵不用再挂针，萧成拜托护士站的护士帮忙留意，见关灵乖乖闭目休息，才稍稍安心一些，暂时离开病房。谁知萧成才走没多久，赵晴晴就到了病房，一见关灵又是孤零零躺在床上，立刻炸毛，怒道：萧成呢？在网友面前秀完就把你扔这了？没有，他照顾了我一夜，我让他回去先休息一会儿，总不能两人都病了吧？关灵赶紧替自家那位解释。赵晴晴神色这才缓和下来，你怎么回事？我昨天听说你住进感染科病房，真是吓了一跳。赵晴晴昨天在北京陪另一位艺人参加活动，半夜看见微博，赶紧发消息给萧成询问。知道关灵的情况后，
连夜赶了回来。应该是虚惊一场，抱歉啊，晴晴，又让你担心了。关灵知道赵晴晴手上除了他外的几个艺人发展都不错，他也跟着变得十分忙碌，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就算了，还净给他添乱了。抱歉什么啊，你没事太好了，我原本也打算找时间回来见你一面的。赵晴晴凌晨4、5点才到家，就睡了3个多小时就起来到医院了，但看上去还是一副精明干练的模样，撩了撩头发，拿出手机就开始说正事。去年关灵拍了一部小成本的网剧，在里面饰演一个科学实验失败而产生的怪物，那部片再过1周就要在网络上开播，到时关灵需要配合宣传。另外让关灵想不到的是，之前赵晴晴替他争取来的那个男3机会，导演并未表示要换人，也就是说再过不久关灵就需要进组拍摄。电影中的男3是位外表阴郁偏执，是个内心温暖的画家，是女主的邻居，戏份虽不算多，但整体下来还算是十分讨喜的一个角色。关灵脸上并未露出太多惊喜的神色，只是那部电影取景地是在北京。对，我让蒋念给你订下周1的票。蒋念是赵晴晴给关灵找的助理，之前关灵离开旅游散心，索性给蒋念也放了1个月假。关灵没有立刻应声，赵晴晴看着他的神色，心里咯噔一下。我说关灵，你该不会这时候又要为了儿女情长，连工作也不要了吧？哪能啊，我也知道自己不可能一直在家里，真让萧成养着。关灵垂眸，盯着面前白色的被罩看了许久，才又开口道，只是这事我还没跟萧成说，你让我跟他商量一下，再决定买哪日的票吧。关灵做了6年多的演员，无论一开始出于什么目的，到现在对这一行是真心有些喜爱的。这几年恐怖片过审越来越困难，陈导已经生了急流勇退的意思，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一条路走到黑，再不转型就只能离开这一行另谋出路，但不论想得多明白，关灵都是10000个不愿意这时候离开萧成。经过这2日的相处，两人好不容易找回些当年的状态，若在此时又因为工作的原因分开了，关灵很怕他们又会陷入之前那种相处模式之中。赵晴晴怕打扰关灵休息，谈完工作的事后很快离开了，但走到一半时又想起关灵的医保卡还在他包里，不得不再次返回医院。这时已经接近中午，赵晴晴停好车，在停车场恰好遇上了来医院给关灵送饭的萧成。萧成答应关灵回去休息，但哪里真能安心睡觉，一回家就开始淘米洗菜，把粥熬上后在沙发上稍稍窝了1、2个小时，就又来了医院。见到赵晴晴，他上前打了个招呼，问道，来看关灵？已经看过了，刚刚忘记把医保卡还给他。遇到你正好，我就不上去了，你带给他吧。赵晴晴对萧成的态度依旧算不上多好，毕竟对他来说，关灵早已经超过工作伙伴的范畴，更像是互相扶持的家人，而萧成不管是无心还是有意，伤害了关灵都是事实。好的。萧成接过医保卡和病历本，大概翻了翻，与他记忆中相比已经添了不少页。萧成看了眼手机上显示的时间，稍一犹豫后问道，您现在有时间吗？能不能找地方好好聊聊？赵晴晴刚当上关灵经纪人那一阵，与萧成也十分熟稔，萧成是不对他用敬语的，但如今萧成能理解赵晴晴对他的不满因何而起，也知道赵晴晴是真心对关灵好的，日后关灵工作上还有许多需要他照顾的地方，对待他的态度便越发尊敬起来。倒是赵晴晴不习惯这样，皱着眉开口，行了，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管我叫晴晴吧，您这个字一下就把我喊老了10岁。好，那晴晴，我们找地方坐坐。赵晴晴这才点了头。当时关灵匆匆离开，萧成曾经给他打过电话，但因为他也真不知道关灵的具体行程，所以没聊太久。如今遇上了，他知道萧成必然有许多事想问他。两人没走太远，在医院附近找了家咖啡馆聊天。这几年关灵身边发生的事，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萧成要去医院给关灵送饭，没有太多时间，就从病例切入，了解了些关灵的身体状况。拍戏中有点小磕小碰都是常事，感冒发烧自然也避免不了。而最让萧成在意的是关灵住院那次，是胃出血。
你也知道演员这行，拍起戏来哪能按时吃饭，久而久之就积下了胃病。赵晴晴指着病历上的那页道：关凌缺钱，这些年拍戏一直很拼，这也是陈导看中他最重要的原因。那次他胃不舒服，自己没在意，又熬夜拍了2场夜戏后，直接吐了血，当时可把剧组那些人吓坏了，连夜把人送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胃出血，挺严重的，直接住院了。助理给我打电话时，哭得都快喘不上气。为什么没告诉我？萧成说不出自己此刻是什么感受，这几天心疼的次数太多，已经疼到近乎麻木，可又仿佛有千万种情绪挤压在心脏与大脑之中，迫切的想要汹涌而出。关凌不让说呗，还能是为什么？他说那段时间你们公司忙一个项目很重要，所以不想让你分心。你知道吗？那时候关凌连护工也舍不得请，因为要把钱留给你那个公司，我和助理也只能白天轮着照顾他，夜里他就一个人。有一晚他胃疼的实在厉害，连按铃的力气也没有，还是隔壁床的陪护发现了，帮他叫的医生。萧成仔细看了看病历上的时间，想起那时公司的确接了一个小项目的开发，在那之前公司几乎已经发不出工资来，他们公司本身的那个产品研发陷入瓶颈，全公司上下的员工情绪都十分低迷，他们继续一个项目让他们重新找回信心，最后那个项目也的确成了，缓解了公司的燃眉之急。只是他从没想到，成功的代价是在关凌病的最严重时，他没有陪在对方身边，让他最爱的人独自承受了所有的苦痛。看了萧成的神色，赵晴晴实在没忍心再说更多，只是离开前告诉萧成关于芯片的事，这次机会真的很好，角色也适合他，他大概是见你们感情好不容易回暖，不舍得这时候离开，你如果可以的话，劝劝他吧。好，最迟什么时候进组？萧成认真问道。我打听过，关凌的第一场戏安排在下周5，但他毕竟之前没接触过这类型的片子，最好还是周一和几位主角一起进组，提前找找感觉比较好。萧成闻言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我会劝他早进组的。萧成回到关凌病房后没多久，关凌的化验结果也出了，证实关凌并未感染登革热病毒。下午在病房又挂了瓶盐水，确认没有重新发烧的迹象，萧成就替他办了出院手续，带着他回家。一到家，关凌立刻催促萧成休息，萧成却是走到沙发坐下，对关凌招了招手，小苹果，来，我们好好谈谈。关凌乖乖走过去，坐到萧成身边，怎么了？坐这里。萧成对他坐的地方显然不怎么满意，拍了拍自己的大腿。不了吧，我重着呢。关凌摸了摸鼻子，又补充道，不是有事要谈吗？坐久了，你腿都要麻了。你比以前瘦多了，你最重的时候我都能抱你上楼，别说是现在。没再给关凌拒绝的机会，萧成直接将人抱到腿上。这样不好说话。怎么不好说了？萧成将脑袋搁在关凌肩上，顺势侧头亲了一口他颈窝，这么说不好。关凌心说，这样他心思都在和萧成相贴的部位，哪还有心思好好谈心？但这种话他是断不敢直接对萧成说的。犹记得两人刚在一起没多久时，他就因为说了一句类似的话而被眼前比自己小2岁的男人做到下不了床。而那时距他们的初夜还不足24小时。事实上，萧成也并不是想找关凌谈心的，比起解释这些年的忙碌或是别的什么，他更愿意用以后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一直未曾改变的心意。他有信心能将关凌重新宠回两人当年热恋时的模样，他需要的只是时间去弥补这些年来缺失的陪伴。我今天在医院地下车库见到赵晴晴了。萧成想了想后开门见山道。关凌稍一反应后立刻有些不高兴，不是让你回家休息吗？你没回去？哪敢啊，我家老婆大人都发话了，小的只有遵命的份。是我中午去医院时遇上的，赵晴晴忘记把病历还给你，中午又去了一趟，我们正好遇上，聊了几句。明明在医院还叫人家老公，回家就变成老婆了，啧。就像赵晴晴了解关凌，关凌同样也了解自己这位合作多年的伙伴，玩笑了一句后就问，他跟你说芯片的事了？
不止。萧成抱着关灵，右手贴在他胃部，小心的摸了摸。你不告诉我，是为了惩罚我对你不够关心吗？关灵低头看着萧成的手笑，你这个动作配上这个表情，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流产了。关灵，萧成无奈的喊了一声。关灵这才收起笑，换成认真的神色。哪是惩罚你，要罚也是罚我自己呢。罚他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无法做到坦诚，明明很想萧成却不敢直说，也罚他仗着自己年轻不爱惜身体，没按萧成一直交代他的按时吃饭。就是罚我。萧成低声说完，又在关灵耳旁保证，小苹果，我向你保证，这个教训我会记一辈子的，再也不会因为任何事忽略你了。许久，关灵才嗯了一声，我也是，以后什么都告诉你，不会再矫情的想让你自己发现了。没关系，在我这里，你当然可以矫情，可以任性，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之前都是我的错，以后不会了。萧成又亲了亲关灵，不过之前说的话我可能得收回，随便跑出国之类的，下次还是别再来了好不好？幸好这次只是虚惊一场，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真出了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呢？关灵与萧成都是彼此在世上唯一的亲人，萧成已经失去了父母，实在无法想象若再失去关灵，他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关灵自己其实也有些后怕，闻言立刻答应下来，想了想后又解释，我最开始办签证的时候，其实连你的一起办了，是想跟你去度假的。没事，以后还有的是机会，我们可以去环游世界。没能一起出游，两人心里都有些遗憾。萧成怕关灵又难过，很快转了话题说，你是下周一进剧组吗？晴晴希望我周一进组，但是关灵侧头看了萧成一眼，有些欲言又止。想什么呢？萧成伸手在他额头上轻弹了一下，我当然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剧组。啊？关灵向来聪明的脑袋难得的短了路，愣愣的看着萧成。萧成含笑道，不知道关先生还缺不缺助理，我今年28岁，本科学历，肩能挑，背能扛，天冷还能暖床，最重要的是我便宜，不要998，不要888，只要1毛钱就跟你回家，关先生考虑一下。不用考虑了，这么划算的买卖，不做是傻子。关灵说着，煞有介事的掏出手机，往萧成微信转了5毛钱，大方道，给你加点工资，记得好好工作。萧成舔了舔唇，抱起关灵就往卧室去，不但可以做好本职工作，还有附加服务哦，关先生，满意记得下次再来。关灵由他抱着，你刚自己说的，暖床也在工作范围中。暖床在，但除了暖床，我还可以陪着关先生运动。萧成说着，把关灵放到床上，轻身上去，很高兴能再次为关先生验证那个摸头发理论。萧成再次提到那个梗，关灵只觉得脸热。之前两人虽然互相用手解决过，但萧成那方面精力有多旺盛，关灵是知道的，加上之前自己离开的那1个月和萧成忙工作的2个月，真算起来，他们已经有3个月没有交流感情，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关灵觉得萧成看着自己的眼神，就像是一头饿久了之后忽然看到一大块肉的公狼，而作为那块肉，他忍不住瑟缩了一下。我可还在生病，你已经睡了2天了，烧也退了，稍微做点运动有利于身体健康。萧成已经开始动手脱两人身上的衣物，关灵却还在垂死挣扎。你确定是稍微运动？这话说出来，萧成自己都不信，忍着笑说没关系，周一进组前关先生还能休息好多天。眼看着两人已经赤身相对，关灵最后只好说拉个窗帘总行吧。这次萧成答应的十分干脆，转身飞快地拉上厚重的窗帘，挡去所有光亮，屋内霎时从白昼变为黑夜。又过了没多久，黑暗中就响起了抑制不住的喘息声。关灵再次醒来时，外头天色已经暗了。萧成半躺在床上办公，笔记本电脑被他随意搁置在被子上，姿势显得有些别扭。禽兽！关灵扶着自己的腰，忍不住嘀咕了一句。萧成合上电脑，伸手进被子里替他揉了揉，明智的没接这话。饿不饿？我早上回来时买过菜，下面吃吧。
关灵随意的点了点头，又打了个哈欠，见萧成收电脑，便问：怎么不去书房工作？在这可以看着你啊。萧成起身去衣柜替关灵找了睡衣，边替他换边道：以前透支了陪你的时间去工作，是时候还回来了。公司现在已经基本稳定，项目也已经上线运营，以后不管你去哪拍戏，我都陪着你。说给你当助理可不是开玩笑的。关灵的咖位不够，公司也只给配了一个助理，倒也不是说蒋面不好，只是人家毕竟是女孩，关灵不会什么事都指使她去做，两人在剧组又是各住各的，无法照顾得太细致。其实就算赵晴晴不说什么，萧成也早就打算好日后都陪着关灵去工作。萧成很快煮完两人的晚饭，边吃边将自己的计划说给关灵听。关灵听完依旧有些犹豫：你长时间不去公司，真的没问题吗？各部门都有领导负责，有问题完全可以线上解决，再定期跟他们开视频会议，实在有解决不了的事，我再回公司就行。萧成摸了摸关灵放在桌上的左手，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你不用担心公司那边，吃完饭我们就订票。得知关灵周一进组，最高兴的莫过于赵晴晴，他有种预感，这部戏能让关灵红起来，关灵累积了多年的实力，也终于有地方能彻底发挥。为此，赵晴晴放下手边的所有工作，特意抽出时间陪关灵去新剧组。这部剧的导演在业内口碑也特别好，剧拍出来必然能保证收视率，加上这次请的男女一号都是实力派，人品也不错，跟他们搭戏，关灵也能有所成长。但赵晴晴的好心情只持续到机场，见到萧成时，他脸上的笑霎时僵住了，但还是抱了点希望，问：萧老板来送关灵的？萧成搂着关灵，像是看不出赵晴晴摆在脸上的不欢迎，我陪他进组。关灵也明白赵晴晴再不高兴些什么，以他的咖位还远不到带着亲属进组的程度，但比起旁人对他的看法，他更不想跟萧成分开，所以只能有些抱歉的冲赵晴晴笑。倒是蒋念年轻，不懂那么多弯弯绕绕，跟萧成打了个招呼。赵晴晴生了一路的气，到了剧组还是不得不打起精神，带着关灵见人。女一风瑶与关灵是同一个公司，说起来关灵进公司还比他早2年，他的经纪人与赵晴晴也相熟，见到关灵便笑，一直听晴晴提起你，这次终于有机会见到本人了，你比我想的还要年轻帅气呢。陆哥过奖了。关灵与陆启伟握了握手，又跟风瑶打了个招呼，还来不及说什么，就见导演带着男一与女二从远处走来。趁着还有段距离，赵晴晴凑到关灵耳旁小声提醒，听说这女2号家里有些背景，进娱乐圈完全是来玩票的，这次也是带资进组，你稍微注意一些，这种大小姐一般都难伺候。女2在剧中就是饰演一个骄纵的大小姐，与关灵饰演的男3在剧中属于敌对状态，对手戏不少。关灵只来得及飞快的点了点头，那3人已经走到面前。导演与赵晴晴手下别的艺人有过合作，与陈导也相熟，加上见关灵试镜时展现出的演技确实不弱，这才让他进组。见面礼貌性的打了个招呼后，就将心思都放在女1那头。而那位女2更是眼睛长在头顶上，连个眼神都没给关灵。关灵也不太在意，只跟在赵晴晴身后听导演给几人粗略的讲解开机前的一些准备。过了一会儿，女2大概是觉得无聊，就开始左顾右盼，视线瞄到萧成那里时，忽然眼神一亮：你是萧成？我常听我父亲提起你。萧成对他点了点下巴，淡淡道：不好意思，请问令尊是？啊，忘记自我介绍，我叫祁同瑞，我父亲是陆山资本的祁松。陆山资本之前一直有意向投资成果，也几次派人跟萧成接洽，萧成还有印象，但是他并没有接受对方投资的打算，便也并不显得多热络，只是点了点头，原来是祁小姐。导演平日里不怎么注意八卦新闻，见祁同瑞与萧成说话，还以为他也是哪家公司的新人，见他长相还不错，就问道：小童，这位是你朋友？赵晴晴和关灵闻言同时皱眉，赵晴晴是不想萧成被人注意到，而关灵则是才发现祁同瑞与萧成靠得极近。萧成似乎也注意到了距离的问题，几乎是立刻本能的向关灵靠了靠。王导好，我是关灵的助理萧成。这话一出，
赵晴晴脸色立刻缓和了许多，倒是祁同瑞神情变了变。导演不明就里，听他说是助理，便也没再多说什么，对赵晴晴道：“你们刚到吧？先回酒店休息一会儿，晚上大家一起吃个饭。”关凌虽然只是男三，但戏份也算是贯穿全剧，在剧组时间也不会太短。赵晴晴清楚萧成的身份，大家迟早都要知道，但至少他以助理自居，面上能过得去。以这位导演的性子，就算日后导演知道了，也不会如何。回酒店的路上，萧成对关凌解释了自己与祁松的几次对谈，并再三表示他今日真是第一次见祁同瑞。关凌听后挑眉，我又还没问什么，我这不是想着坦白从宽吗？萧成丝毫不避讳一旁还跟着的赵晴晴与蒋念，直接牵了关凌的手。那个什么祁同瑞看起来就十分不好相处，我怕你受委屈，要是他欺负你，你可别忍着，老公给你撑腰。可嗨嗨一直在默默听着的蒋念，听到老公两个字时，直接被口水呛到，咳了半晌才缓过来。关凌恼羞成怒，狠狠踩了萧成一脚，在外头别瞎说。萧成于是耷拉着脑袋，装出委屈巴巴的模样，我没瞎说，明明我们是合法关系。萧成，关凌瞪他，好吗好吗，我知道你害羞，你不肯叫我老公，那我来喊你总行吧。这时四人刚好走到酒店门口，萧成便又道，老公，晚上我要和你住一间，不然我会害怕的。这次连赵晴晴都没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觉得自己该收回之前的话，他不该说萧成这么多年下来一点长进也没有。比起关凌刚入演艺圈那几年，萧成的脸皮真是厚了不止一星半点。晚上制片请整个剧组吃饭，众人几乎都知道萧成与关凌的关系，导演那边显然也已经有人告知他，但萧成以助理自居，旁人也没多说什么，至少表面上还是一派平和的跟他打着招呼。娱乐圈内几乎都是人精，萧成的公司虽是做计算机人工智方向，与娱乐方面无关，但他如今在商界也算混出了些名声，可以预料到将来的社会地位必定不凡。见他与关凌完全不似网上传闻那般关系冷淡，众人连带着对关凌的态度都好了不少。萧成也不欲给关凌惹麻烦，在剧组时表现得十分低调，做的也全是助理该做的事。关凌有戏份时，他就跟蒋念一同候在一旁，偶尔也会给常务帮帮忙。关凌没戏份时，他就一直跟在关凌身旁端茶倒水，将人照顾得无微不至，看得剧组其他人暗自心惊。若非之前那些新闻，可能还真没人能猜出他的身份来。当然，回到酒店房间后，萧成就没那么安分了，每日软硬兼施，逼着关凌按时吃饭睡觉不说，还自动给自己加了个暖床的职责，美其名曰每日合理运动，促进睡眠。也不知真是那歪理奏效，还是因为按时吃饭休息，关凌的气色倒真比之前好了不少。赵晴晴在剧组盯了几天，见关凌适应的不错，萧成也没闹出什么幺蛾子，他这才放心去忙别的工作。关凌跟萧成每日同进同出，蒋念也不怕自己瓦数大，每日跟在两人身后磕糖磕到忘乎所以。为了能存下更多他们之间的甜蜜互动，甚至不惜将手机里那些自拍都删了个干净。平静的日子过了差不多半个月，成果商务部的负责人打来电话，说有位大客户想跟成果谈合作，使用成果自主研发出的一项技术。萧成虽然舍不得关凌，但也不得不暂时先离开剧组，回公司与对方面谈。为了能与关凌多待一夜，萧成买的是一早的航班，天没亮就离开了剧组。而关凌因为当天早上正好有一场十分重要的戏份，没能去送萧成。那场戏是剧中男三与女二号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原本两人的台词也不算太多，该是不到1个小时就能结束，但祁同瑞也不知是怎么了，一直不在状态， NG 了4次依旧找不到感觉。到了午休时，导演找他单独讲戏，说了许久他依旧是那副心不在焉的模样，也不知听进去了没有。导演心中愈发不满，但碍于他父亲的身份不好发作，想了又想，索性叫来关凌道，关凌啊，你跟小童对戏吧，他有什么不明白的，你给他讲讲。关凌心中清楚祁同瑞看不上自己，但导演这么说了，他也不便推脱，就只能答应下来。吃完蒋念拿来的盒饭，他就跟祁同瑞去了一旁的化妆间，可两人才进门，还不等他开口，
祁同瑞倒是先从鼻腔发出一声轻哼，道：“萧成终于演不下去了吧？”关灵皱眉：“什么演不下去？跟你演恩爱夫妻的戏码呀？”祁同瑞瞥了他一眼，顾自在一旁的椅子坐下，演了半个月，你们演着不累，我看着都觉得累呢。你不想对戏的话，我就先走了。是不是在演？关灵心里清楚的很，但他实在没兴趣跟个外人解释太多。哼，谁要跟你对戏？赶紧走吧。关灵这样看在祁同瑞眼中就像是默认，于是祁同瑞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萧成对眼前这个胡道地心的18线一定早就失去了兴趣，不过是因为萧成太善良，看在对方曾经帮过他的份上，才勉强替他澄清，陪他来剧组。祁同瑞第一次见到萧成是在他父亲带回的资料上，那时他就知道萧成已经结婚，并且结婚对象还是个男人，但他一点也不在乎。论相貌，他遗传了他母亲精致的五官，几乎是从小被夸奖到大。论学历，他是常青藤名校硕士毕业，就算不依靠家里，也完全能凭自己找一份好工作。论年龄，他今年25，与28的萧成正好相配。更何况他还是个女人，可以替萧成生孩子，就光这一点，就是关灵怎么也比不上的。在他眼中，萧成对关灵不过是当年年少无知时的一次尝试，玩够了，最后迟早是要找个女人过日子。而祁松十分欣赏萧成的能力，看出女儿的心思后，非但没阻止，还帮着找了更多萧成的资料让他研究。也因此，祁同瑞知道之前几年关灵拍戏时，萧成几乎没去探过班，连关灵生病时，萧成也没去照顾。萧成在时，他是刻意收敛了自己的脾气，想给萧成留下好印象。如今萧成已经走了，他自然不需再顾虑太多。对于关灵这个情敌，只嫌碍眼，哪还真会想跟他对戏。关灵这几年在娱乐圈摸爬滚打，早已经磨平了棱角，轻易懒得跟人生气，但也不代表他能好脾气的跟一个明显想挖自己墙角的人和平相处下去。闻言，只觉松了口气，没再多说什么，直接推门离开。走到门口时，他就听里头祁同瑞嘲讽的语气道：“我看网上都在猜，萧成晚上看到你的时候，会不会想起你演过的那些鬼？瘆得慌。其实我更好奇，你平时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难道不害怕吗？”这种言论，关灵看到不少。从他和萧成的照片刚被报到网上时，就有许多看热闹的网友用着各种各样的语气猜测这一点。有时候关灵也会钻牛角尖，不明白自己凭本事赚钱，到底是伤害了谁，还是爱着谁了，要遭受这些。但许多事就是没有答案的，就算再想不通，最后也只能自己慢慢消化。关灵后背僵了一瞬，很快恢复如初，并没有要理会祁同瑞的意思，继续往前走去。可才走2步，就有一道阴影照下来，他抬头，立刻撞入一双熟悉的眼。萧成眼中的愤怒像是要燃起来，他甚至没去看关灵，只是微微侧头问身后的蒋念：“会打架吗？”在这次进组前，萧成跟蒋念接触不多，但对他的背景也算有所了解。蒋念自小学起上了9年武校，原本是要进散打队的，可惜国家队到武校招人那年正好赶上他家中变故，错失机会后，他也没再继续念书。在他师兄的介绍下，直接到了影城给古装剧组当武替。女演员打戏少，用到武替的机会也不多，还总落得一身伤。蒋念也知道自己的长相，性子当不了演员，做了几年后，索性转行做艺人助理，这才跟了关灵。蒋念听到祁同瑞的话，原本便觉得气愤，听到萧成的问话，立刻明白过来对方的意思，一把拉开化妆间的门就冲进去。关灵回神时，里头2个女人已经扭打在一起。祁同瑞听到萧成声音那刻已经愣了，根本没想到后头还会有这出。她一个被家里宠着长大的大小姐，平日里就是衣服沾上些灰都要发火，哪里会打架？见人冲进来，也只是本能的反抗了一会儿，很快就被蒋念压在身下，连挨了几拳。蒋念当助理这些年，拳脚功夫几乎都还给了当初的老师，但比起一般女孩来，还是十分有优势。至少他知晓力气该往哪里使，也清楚怎么避开关键部位，不会针对对方造成太严重的伤害。蒋念，关灵有些着急，喊了一声，见蒋念依旧没有要停手的意思，就想自己上前阻止。
萧成从背后抱着关灵，阻止了他上前的动作。乖，女人之间的事，你就别跟着掺和了。这你怎么能？关灵知道萧成生气，但真打出个好歹来，无论是他还是蒋念都担不起这个责。我怎么不能？他是个成年人，应该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不该说。既然他敢开那个口，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对女人动手已经是我最大的忍让，至于其他，不好意思，我没那么好的涵养惯着他。关灵这时候心里也很乱，一方面怕萧成生气难过，另一方面又真担心该怎么给剧组交代，更何况还有齐松。日后若萧成在商场上遇到齐松，对方会不会故意为难萧成？两人说话这一耽搁，旁边的化妆间里已经有人听到动静出来查看情况，萧成这才当着众人面上前拉开蒋念，不带半分责备的语气，淡淡道：蒋念，你太冲动了，怎么能因为齐小姐素质低就对她动手呢？蒋念原本还沉浸在怒意之中，听到萧成这句话，差点没忍住笑出来，憋了半晌才控制住表情，低着头诚恳说：对不起萧哥，是我冲动了。他道歉是对着萧成的，对齐同瑞没有丝毫歉意。刚被自己助理扶起来的齐同瑞听了两人的对话，气得直发颤。萧成，你凭什么这么说我？说你什么？素质低？萧成冷笑一声，这不是事实吗？有教养的人怎么会像疯狗似的对人叫嚣？你怎么回事？匆匆赶来的导演打断了齐同瑞未说完的话。关灵上前一步，将欲开口的蒋念护在身后。抱歉导演，是我跟齐小姐起了些争执。什么争执需要大打出手？经过这半个多月的相处，齐同瑞和关灵的性子导演也摸得差不多，心里清楚这是大概率是齐同瑞挑起的，但齐同瑞的身份摆在那，他不可能为了关灵一个小演员去得罪投资方，所以不论谁对谁错，这锅关灵背定了。齐同瑞见有人给自己撑腰，气焰立刻嚣张起来，指着关灵跟萧成骂道：我要起诉你们恶意伤人。齐小姐的医药费我们愿意承担。萧成顿了顿，紧接着又道：但齐小姐必须就自己说过的话向关灵道歉。齐同瑞听到萧成这话，满脸不可思议，在场众人神色都十分精彩。萧成这完全就是要将事情闹大的架势，关灵自己已经对继续留在这剧组不抱什么希望，只怕赵晴晴知道这事后又把责任怪在萧成身上。导演原本还想着让关灵一方道个歉，他在和稀泥，运气好也许关灵还能留在剧组，哪里能想到萧成是这个态度，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处理。最后还是制片人赶到后做主，让人先送齐同瑞去医院，自己叫了关灵，想跟他单独谈谈。不必单独聊，有什么问题让齐同瑞那边直接联系成果科技的法务部，该我们承担的责任我们半点不会推脱。萧成揽着关灵，低头微微俯视那位制片人，半晌一字一顿道：只有一点，请你们记住，关灵绝不会向齐同瑞道歉。萧成说完，拉着关灵头也不回的就走，余下剧组众人面面相觑。两人沉默了一路，关灵刷开房卡走进屋内，为了缓解这诡异的气氛，关灵主动开口问道：橙子，你怎么又回来了？话音落下，关灵只觉一阵天旋地转，下一刻他整个人已经被萧成抱了起来。萧成将他扔到了那张2米多宽的大床上，带着几分怒意的吻落下，强势又霸道的在他口中攻城略地。一吻结束，关灵的气息已经十分凌乱，萧成却在这时忽然用双手捧住他的脸，低声问：小苹果，你知道我在气什么吗？萧成笑了笑，笑意却未到达眼底。我知道我不可能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他们怎么看你，或者说怎么看我们的关系，都与我们的生活无关。我气的是你，还有让你产生那样念头的我。自关灵从国外回来后，两人几乎日日都在一起，但到了晚上，关灵总是十分不爱开着灯，尤其是两人做那事时，起先萧成还当时关灵是害羞，可今日看见关灵听到齐同瑞说那话后的反应，萧成才恍然，关灵不是害羞，而是不希望自己看到他的脸。关灵想要反驳，张了张口，又觉得自己无从辩驳。他真的没有在意过那些言论吗？不是的，他很在意，尤其是想起那些萧成加班通宵的日子，
他会反复问自己，如今这样优秀的萧成是否值得一个更好的人？他想不出答案。萧成的眸色暗了暗，他放开关灵，坐在床沿处，抬头看了天花板半晌，忽然问关灵，你还爱我吗？两人哪怕是在最浓情蜜意的那些年，也是极少说爱的，总觉得把爱挂在嘴边显得十分幼稚。但此刻听到萧成这样问，关灵却是有些慌了，一个爱字立刻脱口而出，不带丝毫犹豫。是吗？萧成顿了几秒，慢慢吐出一口气，回身重新抱住关灵，那就只能是你已经不相信我还爱你了。我没有。关灵的声音不自觉的高了2度，有些着急的否认。好了，没关系的，就算我真的让你寒了心，我也会负责再将它捂热。萧成在关灵背上轻抚，以后谁都不能欺负你，包括我自己。你不会欺负我。关灵这次说的十分肯定，惹得萧成笑了笑，知道就好。关灵有些紧张的观察萧成的表情，直到确认他是真的没在跟自己生气，才在他颈窝蹭了蹭，小心翼翼的开口问道，你下午还有事吗？不回公司了。经过刚刚那一闹，下午祁同瑞的戏份必然也拍不了，萧成给蒋念买了机票，让他暂时先回家避避风头，这是说白了全是萧成受益的，无论是他还是萧成，自然都不会让蒋念一个女孩子来承担后果，只不过他觉得自己应该也在这剧组待不长了，一时拿不定主意该不该主动买票滚蛋。没事了，我早上到机场没多久就接到助理打来的电话，说那位合作方正好要到这边办事，他时间有限，明日就要回国，我们约在市区的茶馆简单聊了聊，达成共识后我就回来了。萧成解释自己忽然回来的原因。原来是这样，关灵也不知该说是祁同瑞运气不好还是什么，总之若不是萧成凑巧提前办完事回来，今天这样的情况他是不会主动将事情闹大的，就算心里再生气也只会忍着。萧成明白关灵的心中的顾虑，想安慰几句，就听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屏幕上显示出的来电人正是祁松。萧成亲了亲关灵，示意他别担心，自己拿着手机去了阳台。女儿好端端在剧组被打了，祁松是来兴师问罪的，只不过他语气算不上多好，但也是有意在等萧成解释。可萧成只简单说明了当时祁同瑞说的话，以及愿意为此事负责的态度，其余半分没有多说。祁同瑞之所以敢毫无顾忌的对关灵说那些，有很大原因也是出于祁松对他的纵容，甚至是怂恿。祁松十分看好萧成，无论是他的能力还是人品，都符合祁松对女婿的要求。若真要说不足，也只有他与关灵的婚姻这一项，但这年头只要有钱有能力，离异再婚也不算什么大事。关灵又是男人，与萧成之间也不可能有孩子，这样他是否有过婚史，对于祁同瑞来说还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可祁松没想到萧成是真一点面子也不愿意给他，不仅不给面子，还摆明了没有和解的意图，大有想把事情闹大的意思，他的火气立刻冒了上来。关灵知道萧成是不想自己为这事烦心，特意没在屋内接电话，但他等了一会儿没见萧成回来，心中愈发没底，生怕这事影响到萧成公司日后的发展，稍一犹豫后还是下床拉开阳台的移门。结果才迈出阳台，就听萧成对着电话那头道，祁先生，我不知道您跟祁小姐是对我的感情生活有什么误解，但在我这里，我爱人才是最重要的，他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别说今天不是他的错，就算真是他的错又如何？没有人可以勉强他做他不想做的事。萧成说完，注意到身后的关灵，微微皱了眉，也不知那头的祁松又说了什么。萧成又道，想做什么是您的事，与我无关，更与我爱人无关。如果祁总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祁小姐需要多少医药费以及经济补偿，祁总可以直接将数字发给我。如果要走法律途径，相信祁总也一定知道成果科技的地址，可以直接将律师函寄给我。待萧成挂了电话，关灵才开口，得罪祁总真的没关系吗？其实我不介意去向祁同瑞道歉，毕竟他确实因为这件事受了伤。蒋念并没有下太重的手，就算去做伤情鉴定，最多也就是轻微伤，哪怕不去医院，1周也足够他痊愈。萧成看着关灵，有些难过道，那你呢？
你心上的伤又需要多久才能痊愈？祁同瑞不是第一个发表这样言论的人，却是第一个敢当面以此来挑衅关灵的人。挑衅的理由还是为了拆散他和关灵。人们往往总是更注意身体上的伤口，而忽略言语的伤害。可事实上，那些恶毒的揣测和辱骂，远比拳脚更伤人。伤人固然不对，无论齐松日后在商场上怎样为难萧成，萧成都无话可说。可萧成依旧不觉得后悔。关灵还想说什么，萧成已经略显强势的将他带到了床上。我困了，陪我睡一会儿。萧成早晨天还没亮就起了，关灵见他不像说谎，立刻有些心疼的点了头。两人上了床，关灵心里一堆担心的事，哪里真睡得着，只能闭眼乖乖让萧成抱着，当一个尽责的抱枕。可就这样过了一会儿，萧成忽然一个翻身，再次压到他身上，睡不着。我不太困，下午也没别的事，睡吧，睡一觉起来什么都过去了。萧成缓缓压下身子，在他耳畔哑声道：睡不着没事，我们来做些有助于睡眠的运动，顺便让你知道，看着脸的时候，我到底都在想些什么。这次萧成没有拉窗帘，午后的阳光透过大片磨砂玻璃洒在床铺上，清晰的照出两个交缠的身影。而此时因为父亲的介入而带着几分得意，在医院等着萧成来道歉的祁同瑞不会想到，别说是道歉，萧成现在怕是连想起他的名字都觉得恶心。没有人为这件事去对祁同瑞道歉，祁同瑞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事情很快就被剧组的知情人添油加醋的爆料到网上。在那个版本的故事中，祁同瑞是个勤奋上进的新人，因为在拍摄与关灵的对手戏时没找到感觉，多 NG 了几次，引起了关灵不满。之后他主动找到关灵道歉，并且请教拍摄技巧，没想到遭到关灵助理的殴打，而当时关灵也在现场，并未阻止。剧组这头因为祁同瑞的不配合，导演不得不为了照顾他而调整原本的拍摄计划，将所有关于祁同瑞的镜头都延后拍摄。可就算如此，祁同瑞以及他背后的祁松依旧不满意。祁同瑞出道不久，在娱乐圈内也不算大红大紫，但他出道走的就是白富美人设，加上样貌上的优势，令他在网络上也累积了不少自己的粉丝。他在剧组遭到殴打一事在网上发酵，粉丝们都十分激动，在剧组官博下留言讨要说法，关灵微博底下更是涌入大量辱骂信息。萧成有日起晚了些，发现关灵在看微博评论，立刻紧张起来，任关灵怎么说他都不放心。最后不得已，关灵让他修改了自己的微博密码，卸掉了软件，再三表示自己不会再接触那些过激言论，更不会受影响。萧成这才放心一些。只是关灵原以为赵晴晴辛苦给自己找来的机会，自己非但没珍惜，还牵连到了整个剧组，闹出这样的事，赵晴晴必然十分生气。可让他意外的是，当事情被传到网上后，赵晴晴打电话给他时，竟然显得有些兴奋，或者更准确该说是欣慰。在关灵的询问下，赵晴晴直白道：作为你的经纪人，我是应该生气，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无论对你个人、对剧组还是对公司都十分棘手。但我听蒋念描述过全过程，作为你的朋友，我只想由衷说一句，打得漂亮。一直以来，网上对关灵的言论，赵晴晴都有关注。理智上他明白，作为明星，有黑子和那些偏激的言论都十分正常。可明白归明白，他心里依旧无比心疼关灵。关灵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到今天，靠的是演技和努力。他不希望关灵承受这些，更不希望他逆来顺受，将所有情绪都压抑在心里。这次蒋念对祁同瑞动手是萧成授意的，赵晴晴对萧成不说十分了解，但至少还有最基本的认知，知道萧成若是没有能力处理好之后的事，是绝不会拿关灵的心情及前途胡来的。所以这次的事极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转机，扭转网上对关灵的偏见和误解。而在外头闹得风风雨雨的这些日子，暂时停工的关灵与萧成倒是过得十分惬意，几乎玩遍了影城周边的所有景点。到了第10日，网上关于这事的热度已经退去不少。祁同瑞大概是怕事情就此过去，终于沉不住气，开始亲自下场，在微博公开向剧组、向关灵要说法。剧组原本看在祁松的面子上，一直算是站在祁同瑞那头，虽没立刻将关灵从剧组赶出去，但至少也已经暂时停了
他戏份的拍摄，让他离组也不过是祁同瑞一句话的事。可如今祁同瑞没找剧组方面提任何要求，却是直接在网上引导舆论，这让剧组上下都十分不满，当即联系了赵晴晴，问他那边是否有解决的办法。赵晴晴等了10日也不见萧成有下一步动作，心里也有些着急，想来想去还是选择直接给萧成打了电话。萧成接到电话时，正跟关灵在附近的一处山脚泡温泉。他看了眼手机，猜到赵晴晴这时来电话是为了什么，但也没避讳关灵，直接接起了电话。关灵原本靠在石壁上，见萧成从架子上取了手机，就有些紧张的看过去，但萧成似乎大多时候都在听那头说话，只偶尔啊呀的应着，完全听不出赵晴晴说了什么。于是他往萧成那头挪了挪，完全是一副偷听的架势。萧成看了觉得好笑，很快挂了电话，笑问：这么想知道我们说了什么？当然，你们肯定是在说我。晴晴到底是谁的经纪人？怎么每次有什么事都先联系你？关灵有些不满道。他可是来兴师问罪的。萧成看了眼时间，将关灵从池水中拉了起来，待对方站稳他才开口道：不过就算他不来催我，这事我也打算今晚就解决，拖了这么久，终于等到祁同瑞自己出面。你想怎么做？与赵晴晴一样，关灵也猜到萧成是早有对策，所以这几日才显得这般平静，但他也是真不知道萧成打算怎么做。萧成听到关灵的疑问后，却是并未立刻回答，反倒卖了个关子，晚上你就知道了。当晚，关灵剧组殴打女演员事件再次登上热搜，却不是因为祁同瑞的那条微博，而是因为一个自称祁同瑞助理的微博小号放出一段音频。音频中可以清晰听见两人对话，对话内容绝非是网传的祁同瑞找关灵道歉并且讨教演技，而是祁同瑞不断用言语刺激关灵。这段音频才发布不足半小时，转载已经过万，而紧随其后的是萧成用自己认证过的微博大号发出的另一段音频，来自那日祁松与萧成的电话录音。在电话那头，祁松说：小童是因为喜欢你才说的那些话，不管怎么样，关灵也不应该对他动手吧。萧成啊，你也是个明白人，应该知道做什么对你对公司才是最好的。你和关灵之间的事本来我不应该干涉，但怎么说我也比你年长不少，经历更多，在这里还是想提醒一句，男人嘛，还是该以事业为重，别被这些儿女情长拖累，该舍弃的时候千万别犹豫，一个适合的对象，一段正确的婚姻，有时候给你的帮助你根本想象不到。之后就是萧成的那段回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关灵更重要。两段音频一出，整件事的前因后果立刻清晰起来。祁同瑞从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变成了试图介入他人婚姻的小三，甚至在插足无果后，让父亲以萧成的事业相威胁。打女演员和打小三，虽然同样是动手，但在网友心中的意义截然不同。那些上一刻还在关灵微博下谩骂、自诩正义的网友，下一刻便纷纷删掉自己的评论，转移阵地涌去祁同瑞那里。在音频被对比，证明真是祁同瑞本人与关灵之后，祁同瑞的粉丝也都纷纷转黑，在微博乱成一锅粥。萧成却在这时又发了第二条微博。萧成 V， 我知道网上对我与关灵的婚姻有各种猜测，对此我只想说一句话，我爱他胜过一切。关灵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正被萧成抱在怀开喂水果，微博是萧成刚替他下回来的，关灵才点开那个小图标，就看到特关跳出的两条消息，眼眶霎时湿润了。萧成见他许久没有动作，把捏起的草莓放回盘子里，托起他的下巴认真道：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关灵摇了摇头，说不出话来。两人才在一起的那些年，他确实十分肯定自己在萧成心中的地位，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这些年来两人相处时间的逐渐减少，那些曾坚定的信念也开始一点点发生变化。到了今日，再猛然被告知原来在萧成心中自己的地位始终不曾改变，心中霎时涌起万般思绪。萧成也没有说话，只是低头吻他，从眼角一路吻到唇上，又轻轻在他发红的鼻尖蹭了蹭。过了一会儿，关灵稍稍平复下心情，才有些不好意思的
将头埋入萧成怀中，哑声问：“你是从哪找来的录音？”毕竟萧成也不可能事先预料到化妆间内的争执，在那里藏下录音笔，那么只能是后来弄到了这个录音。其实我原本的解决办法是从齐松那头下手。自从第一天在剧组遇到祁同瑞之后，我就一直有让人留意齐松的动向。齐松在商场多年，为了赚钱，黑心事做了不少。加上祁同瑞进入娱乐圈之后，他为了替女儿铺路，暗中也做了不少事。这些往小了说就是行业潜规则，但爆出来也足让他们父女头疼一阵子。只不过在商场上混，这样做事属于损人不利己，除了名声外受损外，对齐松造不成什么实质损失，所以齐松从来不担心有人会将那些事捅破。关凌也想到了这一层，得罪齐松对关凌来说绝对是弊大于利的，但萧成为了他似乎根本没顾上日后成果会受什么样的影响。萧成知道他在想什么，笑着安慰道：“别担心，现在的成果已经不是当初那个随时可能关门的小公司，也不是能任齐松随意欺负的，别太小看舆论的力量，这事齐松处理起来也没那么容易。何况现在还牵涉到祁同瑞的形象，名声好坏也许对普通人来说不足以影响生活，但对明星的事业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打击。这点从现在祁同瑞微博与超华中那些叫嚷着粉转黑路转黑的言论中就能看出。”看着萧成轻松的表情，关凌又问：“那段录音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啊，那还真算是祁同瑞自作自受。”萧成想起几日前主动联系他的那位小女生，只觉这世上果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微博上说的是真的，放出录音那人真是祁同瑞的助理。祁同瑞一共有2位助理，一男一女，都是公司配给他的。其中那位女助理叫胡雨欣，是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小女生。胡雨欣被分到祁同瑞身边时，起先还觉得高兴，祁同瑞对外形象经营的一直很不错，让人感觉她就是位家教良好的淑女。可事实上，祁同瑞不但脾气大，事情多，还完全不懂得尊重人。发火骂人都是小事，脾气上来时，手边的东西说砸就砸。胡雨欣被砸破过额头，被玻璃划破过脚面，甚至因为给祁同瑞倒的水烫了一些，就被那水浇了满脸。祁同瑞这人不是学表演出身，演技本就算不上多好，偏还总不认真听人讲戏，待事后又怪助理没替他记着导演说的话。所以胡雨欣早就养成习惯，凡是有人给祁同瑞讲戏时，就会开了录音笔放在一旁。那日导演让关凌给祁同瑞讲戏，胡雨欣自然也开了录音笔放在化妆间，又给祁同瑞倒好水后才离开。没想到恰好遇到了2人争执的全过程。之后几日，祁同瑞因为受伤，又等不到萧成上门，心情自然愈发不好，将气都撒在胡雨欣与另一位男助理身上。胡雨欣也算是见识到了他颠倒是非的能力，这才终于忍不住联系了萧成，表示愿意帮忙澄清。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自己离开胡雨欣身旁后，萧成能保证他不会被祁同瑞找麻烦。听完萧成说的前因后果，关凌也有些唏嘘，最后感叹道：“出了这么多事，也不知道这个剧组会怎么处理。关于这点，我正想和你商量。”萧成顿了顿，问道：“你还想演这部剧吗？”关凌无奈：“这不是我想不想的事吧？说到底，所有事也都是因我而起。之前我拍摄的戏份也不算太多，现在换人也还来得及。剧组恐怕现在已经在考虑人选问题了。”“不，制片那边刚联系过我，祁松决定撤资，理由是剧组方面问题导致祁同瑞受伤，制片已经不想再跟祁同瑞、祁松这样的人牵扯，所以答应了。他们的意思是还希望由你继续担任男三，甚至可以给你加戏份，因为女儿换人后来不及补之前所有戏份，所以剧本方面会有一定调整。他们想让你投资。都说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不会无故掉下馅饼来，这样的事不去找赵晴晴，而是直接把电话打到萧成那里。关凌就算再单纯，好歹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稍稍一想就明白了剧组的用意。数目不多，补齐祁松撤资的空缺。萧成重新拿起水果喂到关凌口中：“我可以以个人名义投资，这也不是白往里送钱。我看这剧阵容不错，除了祁同瑞外，其余演员都是实力派，大概率是能回本的，运气好还能赚一些。”关凌对投资电视剧没什么概念，问：“
那要投多少？萧成说了制片方那头提的数字，惊得关灵立刻从他身上跳起来，这么多？小苹果，萧成好笑的看着关灵，问道：“你的银，你是不是很久没看过上头的数字了？”关灵与萧成一直用的是一张银行卡，写的是关灵的名字，但因为之前里头的大部分钱都是萧成在取用，所以短信一直绑定在萧成的手机上。关灵没什么需要用钱的地方，唯一上次出去旅行，为了不让萧成察觉，还是向赵晴晴借的钱，这部片约敲定后才把钱换上。说起来，他还真是许久没关注过卡里的余额。萧成见他这样也知道答案，一时竟不知该作何表情，最后在关灵不解的目光下，掏出手机让他看银行发来的短信提醒，嘴上叹道：“我家小苹果也太好养活了一点，你这样让我都没什么赚钱的动力了。”关灵看见上头的数字，蓦地瞪大双眼，指着手机：“这怎么会？这还不是全部。之前公司赚的钱还投资了一些别的，现在陆续都有收益。这些是制片那头联系我之后提到银行卡里的。我牺牲了那么多陪你的时间，总得有收获吧？否则还真不如好好回家让老公养着，还开什么公司，做什么项目？”萧成捏了捏关灵的脸颊：“你不会真以为我将你辛苦赚的钱都挥霍一空了吧？那还这么喜欢我，愿意赚钱让我挥霍？”关灵脸上泛起了红，小声说：“我喜欢你又不是因为你会赚钱，那现在发现我还有新的技能点，是不是该给我加几分？”萧成原本也只是喜欢看关灵对他害羞的样子，特意逗他，结果没想到关灵闻言低下头，以更小的声音呢喃：“加不了，你在我心里早就满分了。”你呀，萧成听他这么说，高兴之余倒是心疼起来，我之前忙于工作忽略你，你也不知道扣我几十分吗？看我表现再给我加回去好不好？关灵皱着眉，似乎在犹豫，但最后还是坚决的摇头：“不了，你还是很好。”傻苹果。萧成忍不住叹息：“是因为你才有了现在的我，若没有遇到你，也许我在大学时就坚持不下了，辍学去工作了，哪还有今天的我？”关灵看上去温温软软，对着萧成时更是从来没什么脾气，但他性子其实十分刚强独立，是他让萧成明白了，就算只能依靠自己，也可以很好的活下去。也是他在萧成最困难的时候对他伸出了手，告诉他：“你只要好好学习，其余的交给我就好。”关灵很坚强，萧成相信离开了他，关灵会难过，但是最终一定能走出来，继续好好的生活下去。但他不行。萧成抱紧了关灵，他没有说他有多怕失去关灵，在没有任何关灵消息的那1个月里，他是认真想过死的。虽然那个想法冒出来时，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关灵像是感受到了关灵情绪的变化，抬头去看他，却又被萧成按回怀里。最后两人竟什么也没做，就像纯情的少年那般傻傻的抱了半个下午。网上关于祁同瑞的风波还未过去，很快又爆出萧成代替祁松注资剧组的消息。这部影视剧可以说是未播先火，也算真正意义上的因祸得福。而祁同瑞因为试图介入他人婚姻，几乎被娱乐圈封杀。祁松之后又被爆出公司偷税漏税，自己也是一脑门官司，没空找萧成麻烦。换掉女二后，剧组的拍摄一直十分顺利，甚至杀青的比预计时间还要早些。恰逢关灵之前担任男一的恐怖电影上映，萧成高调亮相首映礼，陪关灵一同走完了红毯。网上对于二人感情不和的言论也终于开始被崛起的 CP 话题取代。CP 粉们甚至不需要刻意去取二人的 CP 名，因为成果科技本身就是最合适二人的 CP 名。也是到这时众人才恍然，他们其实恩爱的从来都不低调。两人8周年的结婚纪念日，萧成实现了诺言，带着关灵周游世界。与此同时，萧成之前参加一个财经类访谈时的视频也被曝光在网上。主持人问：作为创业成功的新时代青年，能不能谈谈创业之初的想法？我知道很多人在成功后都会谈自己创业的原因，有些说是为了理想，有些人说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甚至有些人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在我这里，其实理由特别简单，就是为了赚钱。萧成顿了顿，转头看向镜头的右侧，忽然露出一抹笑意来，又或者更具体说，
我是想赚钱，让我爱人能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用再为了金钱烦恼。他喜欢演戏，我可以投资好剧本让他出演；他喜欢旅行，我可以带他去任何他想去的国家。就算他有一天看腻了我这张脸，我也能花钱把自己整成他喜欢的模样。他的话引来现场一阵哄笑，镜头扫过，被他看着的关灵也忍不住弯了嘴角，用嘴型悄悄说：“才不会。”彼时随着电视剧热播，关灵的人气与关注度都与之前截然不同。主持人很快注意到了场下那位特别的观众，让在场工作人员临时加了椅子，将关灵也请上舞台。二位感情真好。主持人由衷感叹道，又问：“我知道二位已经结婚7年多，有什么婚姻保鲜的秘诀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关灵想了很久，最后与萧成相视一笑，答道：“真要说，大概就是少看网上那些所谓的金句或者秘诀吧。婚姻哪有什么秘诀，不过是找到对的人，然后以2个人都舒服的方式，好好过好属于自己的小日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夫妻也有不同的相处方式，有人相敬如宾，彼此保持着舒适的距离，但心中始终记挂对方；有人打打闹闹，将每一天都过得十分热闹，有苦有泪，但更多的是欢笑；也有人各自忙碌，聚少离多，但能彼此体谅，眨眼就是一生。陪伴未必是爱，各自奔波也未必就是不爱，也许只是为了将来能更好的陪伴。关灵自己也走过弯路，兜兜转转许久，才明白这个道理。主持人似懂非懂，又想去问萧成，萧成视线却还落在关灵身上，闻言笑道：“我老公说的都对，